我作为一名在读兽医学生，没有行医资格证，却开医馆，把人当畜生治，而我只需要摸一下，癌症、艾滋就能当场痊愈。同时，只要我愿意，我也可以再摸一下，让你瞬间患上所有绝症，让你当场痛不欲生。而一场全球直播的审判，18个被我救活的人集体诬陷我谋财害命，连相恋3年的女友都被刺一刀。我笑了，从今以后，我只当兽医，专治畜生。庄严法庭，国徽高悬，被告席宋并孤身站立，脸色苍白，却紧握双拳。原告席江一平整理袖口，胜券在握。法官大人，一个兽医专业的在读大学生无证行医，把活生生的人当畜生治，这还不是谋财害命？这简直是对医学和生命的极致亵渎！旁听席哗然，真是太酷了，建议严查。这人是酒漏鱼吧？肃静，肃静！被告，你对谋财害命的指控有何辩解？说我害人，请问我害了谁？哼，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请看，这些都是被你坑害的受害者。旁听席上的受害者走向证人席，宋并瞳孔一震，这些人都是他曾救过的绝症患者。就是他卖我假药，骗光我养老金，你个没娘养的畜生！其他受害者纷纷附和，声泪俱下，控诉莫须有的罪行。法官大人，这些关键证据是由一位善良的女孩，被告的前女友吴亚雪提供的。她不惜大义灭亲，只为揭露真相。我是华都大学临床医学的吴亚雪，我举报宋并是不想他再错下去。宋并，我是为你好，只要你改造好，我还爱你。去你妈的！你这个臭3八！面对吴亚雪的嘴脸，宋并彻底破防。他为这个女人付出了一切，为什么背叛她？而吴亚雪将绿茶表演到了极致，为了能够加入豪门，只能榨干这舔狗的最后价值。法官大人，被告的罪行虽然没有造成过大的危害，但其行为对社会的影响极其恶劣，所以我请求将被告判处50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并赔偿受害者精神和身体损失费共计264万元，同时终身禁止行医。被告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我请求最后的逐一指认，如果他们依旧说我害人，那我认罪。请18位证人向前做最后的指认。杜大娘，您可看清楚了，是我害的你吗？没错，就是你，你还想抵赖不成？杜大娘，你的病好吗？同时，他看似无力的抬手格挡开了杜大娘的手，接触瞬间，成功送出心脏病、脑癌、高血压，功德减3。而接下来的所有受害人都被宋并赠送了疾病，宋并默默承受，功德从96点一路暴跌至66点，但他嘴角的弧度却越来越冷。被告，现在认罪吗？等一下，我申请为被告辩护。就在宋并要开口时，一道急促声率先传来。这些是全部诊疗转账记录，我方当事人总获利不足3000，且无任何实质性伤害证据，我方愿认无证行医之过，并按规赔偿。为表歉意，我方愿额外支付500万，作为对各位的补偿。法官大人，被告行为影响极其恶劣，为杜绝后患，我强烈要求他当庭签署终身禁止行医禁令，永绝后患。此诉求合理，被告你是否接受？好，我签。被告再次警告，禁令签署意味着你在安国在没有行医资格，一旦发现将按谋杀罪处理。宋并签下大名，然后主动伸手与江一平握手。谢谢江大律师的教诲，以后我一定谨记，只做个兽医，专治畜生。两手相握，宋并直接送出持证、渐冻症、阻癌，算你识相。本庭宣判处被告宋并无证行医、诈骗数罪并罚，总计赔偿569万元，并终身禁止在安国行。法院大门缓缓打开，宋并平静走出，他手中捏着一张禁医令，眼神已与往日不同。神医，从今天起，我只做兽医。宋神医，钱我已经赔偿了，他们也签了谅解书，实在抱歉，无法还你清白。如果你愿意，我想聘请你当私家的私人医生，薪资你随便开。我救了他们，现在却要花钱求他们原谅。思雅小姐，感谢你的帮助，这3张纸条可让我出手3次。思雅，你这是在给家族招祸。哥，赖小姐先走。思雅小姐，记住这3张纸条，未来他们会值钱。我妹妹这次帮你，算是还了治病之恩。不要得寸进尺，这个世界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，救人先救己，没有权利就低调点，别动别人的蛋糕，否则你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前世才是人该奋斗的东西，学校教的那些人生哲理都是狗屁。宋神医能跟您聊聊吗？赫伯特先生，这场戏看得爽吧？宋并先生，我再次真诚邀请您前往立国，我一定给予您最高规格待遇，满足您一切要求。先给我10亿利金，半年后我以留学生身份前往立国行医1年。成交。
这波简直是泼天的富贵砸我头上了。数字到账的那一刻，宋并明白，属于他的时代才刚刚开始。光看数字都是相当炸裂的存在。宋神医放心，到了立国，您必将成为医学界泰斗。随后，宋并拦下一辆出租车，去哪？4S 店。宋并走进豪华展厅，销售员见他穿着普通，态度敷衍。先生想看什么车？那边有分期付款的车型。质量现在能提吗？先生，这车160多万，全款现在办手续。马上为您办理。雪儿，这些真是宋病治病的宝药，看着就是普通补药。亲爱的，人家为了你连男朋友都背叛了，你还信不过人家？我这不是确保万无一失吗？这些药方可关乎我们俩的未来。那蠢货每次给病人把脉后，都让他们喝这些药材熬的汤，我的眼睛也是他这样治好的。他还骗我说是获得了超能力，真是笑死我了。超能力？这借口什么？宋病没坐牢？怎么可能？他犯的那些罪，判死刑都便宜他了。房门被踹开，宋并站在门口，眼神冰冷。宋并，宋神医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当初给你机会你不中用，想跟我刘氏医药集团斗，你一个底层垃圾，本少想弄死你不过分分钟的事。人在做天在看，你们会遭报应的。报应？呵呵，你要笑死我吗？只有你们这些底层蠢货才会幻想好人有好报。宋病，要不是我眼睛病变，3年后需要你捐献眼角膜，真以为我会选你这个穷逼病样子当男朋友？实话告诉你，这3年里，你在我眼中就是一条随时呼唤的狗。你们继续，我给你们加油打气。真是个废物。我们走，去我家大床房。跟这种病样子在一起都晦气。吴亚雪，你会有跪下求我的一天。你在胡说什么？宝贝，我们走，别理这个神经病。成功送出22种绝症，艾滋病毒开始蔓延。功德减1。宋先生，立国医学院已为您准备好了一切。系统，我这是怎么了？你不是说我不会生病吗？宿主是病原体质，吸收疾病积功德，送出病毒缺德会体虚，功德负了会狗带的。本系统劝你好自为之，少干缺德事。原来如此，那得赶紧开兽医店积德。我去，谁这么缺德，连狗都不放过？吸收皮肤病，功德加1；吸收眼病，功德加1；吸收呼吸道疾病，功德加1。啧，连狗都知道感恩，某些人啊，还不如一只狗。没见过帅哥带狗住酒店，少见多怪。先生，实在抱歉，本酒店不能带宠物入内。帮他洗干净，开最好的房间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先生您请，我这就给您的小狗清洗，给您开最好的总统套房。宋先生，我叫小姨，今晚专程为您服务，您有什么需要，我都全力配合哦。以后就叫你旺财吧，好记。妈的，怎么回事？今天怎么不听使唤了？怎么回事啊？眼睛好痒好疼。大家注意，这家黑心医馆无证行医，现在被查封。正好对面就是宝地，开兽医店，看你们找不找得到。200万买你店铺，现在转账。好，我们这就搬走。这就对了，兽医就该干兽医，别想邪门歪道。江律师，你结巴成这样，以后打官司谁敢请你？你等着，再敢非法行医，我让你牢底坐穿。你能活下去再说吧。口吃、渐冻症、骨癌，等着瞧吧。今后我宋病只做兽医，专治禽兽的兽医。医生，等一下，快救救我家宝宝！肋骨骨折感染，治疗费5000。以前行善积德不收钱，现在老子不廉价了，5000块不多，正常价。治多少钱都治。吸收骨骼疾病，功德加1；吸收血液疾病，功德加1；吸收皮肤疾病，功德加1。太感谢你了，医生，你的医术太高超了。 5000不谢，付钱吧。欢迎下次光临。这小姐姐走路都不看路。宋病如常，早起开兽医店。待旺财吃完早餐后，穿上白大褂，静候顾客，期待着第一轮功德圆满后的奖励。但一上午无人上门，在这5步1药店、10步1医馆的盛世，新店毫无竞争力。他其实更盼着吴亚雪等人上门，不过那些都是慢性病，还需并发期。也好，趁着闲暇去买个别墅。他果断关门，贴了电话，带旺财驱车前往2环区。昨夜，他已预购一栋价值上亿的别墅。思城地产售楼处人满为患，吴艳春远远朝戴墨镜的女儿挥手：“女儿这儿呢，妈在这儿呢。”见吴亚雪独自前来，她笑容骤收：“女婿呢？他有事先去了医院。啊，他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体虚。”他不敢说出真相，刘祥峰阳痿，还时不时狗叫。那房子怎么办？说好他付钱的。他说让我们先看房，分期买好，他会付款。那就好，赶紧进去。路上他还边走边骂宋病，不像你之前谈的那个农村穷光蛋，每次只买1000多块的礼物，还好你分得早，好好珍惜祥峰，这样的男人打着灯笼都找不到。知道了，妈。
宋病来到售楼处，因衣着朴素无人注意，再次拨打了昨夜接待他的售楼小姐姐电话。宋先生实在抱歉，原接待员有事，由我为您服务，可以吗？没问题。话音未落，身后传来同一道声音。宋神医。宋病回头，只见身着职业装、戴黑框眼镜的思雅站在身后。是您要买房？我要买的是别墅，昨晚订好的。思雅怔住，那位神秘富豪竟是眼前这个穷兽医。那我带您去看看。麻烦了。两人刚到别墅沙盘区，便听见吴艳春高声怒骂：“哪有首付1个亿的？叫你们经理来！”天府湖景是特卖区，规定首付1个亿。吴艳春看中2.8亿湖景别墅，却拿不出首付，当场闹起来。宋病远远望见吴亚雪母女，见对方戴着墨镜，他就放心了。您稍等，我去处理一下。思雅劝说吴亚雪，最终让母女改选一套1.2亿的别墅。签合同时，母女一眼看见宋病。宋病，你跟踪我们，再骚扰我女儿，我撕了你的脸！宋病，你觉得你配得上我吗？那晚教训还不够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。宋病眉头紧锁，忽然想到，若吴亚雪死了，吴艳春岂不成孤寡老人？因成功送出恶性口腔癌，功德减1。他无意是与吴艳春擦肩而过，宁愿扣功德，也要让这家人整整齐齐。毕竟他是兽医，专治各种禽兽。吴艳春追骂不止，思雅终于忍无可忍。宋先生是我的客户，在口无遮拦，我不介意叫保安请你们出去。母女瞬间晋升。就他这穷光蛋还买房，买棺材还差不多。思雅小姐，何必与狗争论？买棺材确实很适合你们。思雅也不好说什么，便带着宋病前往天府湖景看房。宋病看完3.8亿奢华别墅，果断决定购买。宋先生，全款配置下来3.8亿，性价比不是很高，要不您再考虑其他的。不用，就他了。回城又遇吴家母女，母女脸上满是讥讽。哎呦，一个吃官司赔款的劳改犯，还3.8亿。宋病直接签名，淡然递出一张紫金色的世界银行卡，全款支付，按3.8亿规格，装修设备全部配齐。全场寂静，母女脸色煞白。宋先生，恭喜成为天府湖景户主。谢谢，我还有事，先告辞。宋病拿起房本，坦然离去。无视便是最有效的轻蔑。吴亚雪拦在车前，宋病，你给我站住！他摘下墨镜，泪眼婆娑，说这些钱从哪来的？你还有多少？以前他习惯用眼泪操控宋病。我很好奇，是谁给你的脸，让你还能有碧莲问出这种话？眼病开始复发了吧？别担心，接下来还会更痛，直至瞎掉。吴亚雪感到一股刺骨的寒意。等他回神，宋病已驾着帕拉梅拉扬长而去。天道好轮回，苍天饶过谁？好戏才刚刚开始。见宋病驾豪车离开，吴亚雪心头一揪，委屈大喊：“宋病，我讨厌你，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。”他似乎还没适应舔狗的转变。吴艳春也逃出屋外，正好看见宋病潇洒背影，如遭暴击。女儿别犯糊涂，这短命鬼一看就是暴发户心态，这种人骨子里也低贱，哪配跟女婿比？他连给刘少提鞋都不配。他瞬间变脸，自信满满。我刚才是试探他，他心里还有我，可别对不起女婿，房贷还指望他呢。我只是给舔狗一点甜头。你看他那张世界银行卡，天府湖景别墅，豪车，骗到手就甩，这种贱种不配拥有这些。放心，他过几天肯定会担心我眼睛，乖乖来找我。当晚，宋病接到兽医店电话，立刻驱车返回。顾客仍是昨晚那位性感小姐姐，她的柴犬又被同一辆车撞了同一轮。宋病沉默施救，再获3点功德。对方本应只付2000，却大方给了5000，并主动加微信。宋医生，这么晚又麻烦你了。不麻烦，以后多介绍客源。送走王潇潇，宋病带旺财入饭，心情大好。次日无客，宋病灵光一闪，没客人，我去拉客。他带旺财驾车前往郊区，在阴暗巷子搜寻流浪猫，动物见人就逃，全靠旺财引回。一天下来，就回了一猫一狗，他们几乎都是被人类虐待，只能等死。好的兽医店需要宠物衬托才显专业。此后数日，他持续拉客，收留的流浪动物越来越多，冷清的店铺变得热闹，吸引路人进店撸铁，间接带来真实回功德值迅速回升至88点，宠物激增。宋病忙到连别墅都无暇入住，只得贴出招工告示。一日，一身穿宽大卫衣的少女悄然现身。你是？我叫艾小兽，来应聘。你多大？大概是D吧。我是问年龄。18岁。这活很累，我要长工。我能吃苦，真喜欢小动物，求给机会。3天试用，月薪1万，包吃。2楼房间可住人，但要夜照宠物。谢谢老板，你人真好。他转身搬上2大袋行李，感情对方刚到安都找工作，就遇到了宋病。艾小兽干活虽生疏却卖力。当晚，宋病带他和旺财吃烧鸡，我最喜欢吃鸡啦。宋病点3只，他吃完又要4只，10分钟内续还6只烧鸡。你逃荒来的吧？太好吃了，多得从工资扣。宋病将钥匙交给他，自己驱车前往天府湖景别墅。买了多日，终于能享受。他躺上阳台，望湖景，品小酒，有房有车有存款，别有一番享受。他本可以早点享受这一切。安都百姓第一医院 VIP 病房，刘祥峰面色蜡黄，阴沉躺卧。吴亚雪拿着别墅照片，妩媚上前：“亲爱的，我和妈买好别墅了，漂亮吗？”刘祥峰反手一巴掌将他扇飞。高兴尼玛！你这个贱人！你怎么了？我得了艾滋病。他未说的是，还同时确诊阳痿、死精、狂犬病等4种绝症。宝药呢？宋病不是用那些治好艾滋的吗？狗屁宝药！集团验了，就是普通补药，亏老子真信了你这。
刘祥峰挥手驱赶。找不到真药方，别来见我，嫁我的事也别想了。吴亚雪被赶出，脸上带掌印，失魂落魄。该死的宋病，你竟敢骗我，你不得好死！他将一切归咎宋病，旋即脸色一变，急忙跑去检查自己。次日，宋病开车上班，见艾小寿穿着他的大拖鞋擦地，浑身湿漉。休息会儿，不用这么卖力。应该的。随即宋病拽了他1000块。有时间买双合脚的。此时有顾客牵着200斤母猪上门。宋兽医，我家猪下崽没奶，猪仔快饿死了。听说你专治疑难杂症，能治，抬上桌。两人费力将猪抬上手术台。小寿按住了。他戴手套抹油，开始娴熟按摩。猪叫声嘹亮，路人误以为杀猪。老板手法好娴熟，想学我教你。10分钟后，猪成功泌乳，宋病获2点功德，恢复90点。本来5000，看你人美心善，500就好，先治好再收费。以后我家猪有事还找你。此后2日，慕名者渐多，宋兽医妙手回春之名初起。几日后，宋病给艾小寿护士符，宣布他转正。此时，李达成携孙女李梦玲进店。请问爱雪医馆在哪儿？就在对面。是你这个骗子！不得无礼，宋小友，请救救梦林，多少钱都行。爷爷，他是骗子，我宁死也不让他治。闭嘴！你大伯的病就是他治好的。大爷，您误会了，我已被禁医，终身不得行医，违者监禁，实在不敢拿命开玩笑。我是李城烟草集团的，只要你治好梦林，我愿付100万。安国好医院遍地，请另寻他处。恰有顾客带狗来看病。好的，马上。哼，救畜生都比救我积极，分明是调侃你。多个朋友总比多个敌人，想清楚了联系我。死骗子，你要敢给我治病，本小姐绝不饶你。话音未落，换好护士服的艾小寿冲下楼。别以为我老板好欺负，有本事冲我来！哼！李梦玲愤然离去，对宋病鄙视更深。夜色渐深，宋病靠在桌子上刷手机，以为是艾小寿回来，抬头却见吴亚雪浓妆艳抹，白裙丝袜，妖艳登场。宋病，他不要我了。吴亚雪瞬间泪眼婆娑，带着哭腔，满是委屈的扑来。终于来了吗？等得我花都谢了。宋病眼神瞬间冰冷，侧身闪开。吴亚雪扑空跌坐。他不要你，你来找我，把我当垃圾桶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收垃圾。我错了，我们重新开始好吗？我离不开你。吴亚雪楚楚可怜开口，真情流露。你是爱我的钱和药方吧？见我又有了价值，就想再榨干我。吴亚雪，你的脸皮比粉底还厚，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不知廉耻的女人？吴亚雪泪眼一滞，宋病竟一眼看穿她因眼疾复发，确诊艾滋才回头求救。你说过我是你白月光。旺财猛然冲出，挡在宋病面前狂吠。白月光，法庭上你指控我当着我的面投怀送抱，现在说白月光。宋病2大耳光甩出，直接用行动回答对方。吴亚雪当场被扇飞，脑瓜子嗡嗡的。恰在此时，完成工作的艾小寿蹦蹦跳跳的走了进来。老板，我回来啦！吴亚雪见艾小寿颜值身材碾压自己，自信崩塌。宋病，什么时候找到这么漂亮的女人了？小寿，送走，不走就用打狗棍赶出去。女士，我们要睡觉啦，有病去医院，我们是兽医店，请离开。就连旺财也跟着一同驱赶。宋病，就是因为这女人你才抛弃我。旺财，有母狗上，今晚给你加鸡腿。宋病听不下去了，一声令下，旺财如同违剑冲锋的勇士冲出。吴亚雪尖叫逃窜，高跟鞋跑掉，狼狈如疯婆。死宋病，你不得好死，你会后悔的。他把过错全推给宋病。你要是早点说有钱，我哪会分手，都怪你。同一时间，昔日诬陷宋病的18马户纷纷病发。王明在医院被告知病情恶化，需再缴30万，女友还花光了他40万赔偿，转身另结了新欢。陆大娘刚分到50万，病情复发，被医生告知顶尖专家手术费99万，她带孙子夺门而逃。其余举报者亦相继住院，骗来的赔偿金耗尽，旧病复发，痛苦不堪。他们不约而同想到一人，那个曾收100元治好绝症的亲人。宋兽医，你真是太神了，连我家狗子的天生瘫痪都给治好了。之前介绍的人说我还不相信嘞。只要是宠物，有什么疑难杂症都可以来找我。送走顾客，宋病心情轻松，功德已积至99点。中午，他带着艾小寿大吃一顿庆祝，后者满足的摸着圆滚滚的肚子。回店后，一男子提橘猫上门。宋兽医，他失明了，您给看看，我可以晚上来取吗？男人似乎认识宋病，提起猫上前笑道：“当然可以。”手术室内，橘猫已经被艾小寿放在手术桌上。宋病轻抚橘猫双眼，恭喜你将成为我的第100功德点积累者。成功吸收眼疾，功德加1，恭喜宿主，功德累计100点，完成第1轮功德圆满。下一秒，只见100道光点从宋病手中流出，融入宋病的身体，宛若一股电流，流遍宋病的全身。一场奇特的蜕变就此发生。
宋病突感时空放缓，一只蚊子从眼前缓慢飞过。爹，宋病系统升级至2.0，宿主病原体质综合提升10倍，觉醒专属技能采花鬼手，获得100种疾病的永久使用权。宋病回过神来，刺客在 DNA 里的天赋被激活一般。宋病两指一探，残影掠过，蚊子已被夹住，手速快到自己都震惊。宋病自信，就凭这手速，要从别人身上瞬间东西或者偷摸一把，绝对轻轻松松。100种疾病使用权是什么？那是不是不用扣功德了？功德照扣，第2轮圆满需1000点，当前功德归0，低于-100将损害体质。闻言，宋病无奈收敛心思。门外传来艾小兽的声音：“老板，有人找你。”宋病提着治好的橘猫出来，见一戴口罩帽子的青年局促坐在沙发，正是曾举报他的王明。蒙面大侠找我何事？宋神医，我得了尿毒症，求您救救我，我给300不500块。恰有顾客取猫，送上1000元诊费离去。王明伸出的五指亮在半空，脸火辣辣的烫。本店只治畜生，不治人。要治病，请去正规医院。我错了，求您再救我一次，我发誓绝不举报了。当初你告我，现在求我，然后呢，再告我赔钱。他指向墙上禁医令：“你这并不严重，每周透析几次，活5-6年没问题。”王明如遭雷击，绝望颤抖。现在我只是兽医，只治畜生，畜生不如的东西，多少钱都不治，滚蛋！王明踉跄走出，懊悔如潮。若当初不告他，今日何至于此？王明刚出门，杜大娘冲进店内，破口大骂：“好啊，你个没娘养的东西，害老娘又发病了，白花50多万，赔钱。”那你想怎样？赔100万，否则撕烂你的嘴，再告上法庭。好啊，那你去告吧。杜大娘见讲理无用，话跟他是一个王打打。赔不赔？不赔我砸光你店。那还有花瓶，都砸了吧？那些可是他花了好几百万买的工艺品，杜大娘竟真把几百万的艺术花瓶全砸了。杜大娘砸完地撒泼，警察到场，杜大娘秒变受害者，哭诉宋病打人治病。警察带宋病回局，审讯室中，宋病递上手机监控，警察看完脸色微变，看向宋病的眼神充满同情。这些是被砸物品证书，总值超1000万，加上清理费、误工费、精神损失费，共计1200万，3日内赔偿，否则按故意毁财罪申请判刑。证据确凿，诉求清晰，你可以走了。医院内，祖孙二人相视而笑，浑然不知自己已踏入宋病精心布置的陷阱。病房内，杜大娘躺在病床上，嘴里发出夸张的呻吟声：“哎呦喂，我的腰啊，我的头啊，感觉快死了！谁来可怜可怜我这个老太婆啊！”奶奶啊，你可别丢下我呀！你要有什么3长2短，我也不活了。帽子叔叔推门入：“好了好了，别装了，案情已经查明了，光天化日做出如此可耻的事，还反咬别人一口，倚老卖老，为老不尊，这是对法律的蔑视。”不是，帽子叔叔，你们听我说，是那个小畜生，他给我治病没治全，害我。好了，别说了，法律讲的是证据。那我不告他了，我原谅他总行了吧？我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这事就算了啊。不好意思，你原谅人家，可惜人家不原谅你。杜女士，你涉嫌毁坏他人财物，加上精神损失费、诬告、误工费、店铺停业损失，共计1250万元安币。多少？1250万？喂，为什么会这么多？你们这是诬陷、栽赃。奶奶，哎呦，我不活了，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，你们把我抓走吧，抓走了。杜女士，你年龄大，身患绝症，我们是不好把你怎么样。杜大娘一喜，警官话锋一转：“但你的孙子杜大海是你唯一的继承人、抚养人，更是此次事件的帮凶，他将为你承担此次事件的全部责任，一生为此事负责。”杜大娘如遭雷击，猛地爬起，脸上满是惊恐：“不，你们不可以抓我的宝贝大孙子，都是我干的，都是我指使的，有什么事冲我来。”带走。警察上前给杜大海戴上手铐，金属碰撞声清脆刺耳。奶奶，我错了，我愿意给小宋道歉，我要见小宋，他是个心地善良的好孩子，他一定会原谅我的。杜大娘突然呼吸急促，双手捂住胸口，脸憋得发紫，身体直挺挺向后倒去，头沉默，四肢抽搐，一只手仍固执地伸向杜大海的方向。快叫医生！杜大娘瞪大眼睛，绝望死去，终于不用再伪装了。老板，这几天为什么总有人来找你治病？你明明只是个兽医。可能他们把自己当畜生了吧。老板，你都住大别墅了，为什么还要当兽医？因为兽医专治禽兽，这是我的爱好。其实我也很想当兽医。没问题，我教你，一定把你培养成优秀兽医。店外巷子阴影处，王明缩着脖子，透过玻璃偷看店。是他。真的是他那些去求他的人都是当年法庭上指控他的。他颤抖着手掏出手机，点开一个微信群。病房内，江一平坐在轮椅上，身体不时痉挛一下，眼睛紧盯着屏幕，眼神逐渐浮现希望的光芒，嘴唇哆嗦着。远处巷口，王明躲在阴影里，他抬头看向兽医店的方向，眼神复杂。18驴正在集结，一场道德绑架的围攻即将到来，而宋病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任人拿捏的医学生。
宋并接流浪宠物收容所求助，准备带爱小兽出门义诊，狂赚功德。就在这时，10几名面黄肌瘦的马步哗啦涌入，瞬间堵满房间。宋并，今天这么多条人命摆这，你治也得治，不治也得治。当初要不是我们天亮解说，你早蹲大牢了。一人给你200，也够你挣一大笔了。众人将宋并围得水泄不通。你宁愿救畜生也不救我们，以为你们傻，没想到还挺有自知之明。我救畜生，他们会摇尾感激；我救你们，你们又对我做了什么？我师父是兽医，你们是人，看病找医生去。滚！不滚我报警了。马步被吓退，留下狠话，灰溜溜退出。众马步刚要走，轮椅上的江一川与推车的父亲江浩走了进来。哟，江大律师坐上4轮车了。江浩摘下口罩，正是当初审判宋并的法官。只要你治好川儿，本法官可撤销你的行医禁令啊！让我给江大法官治病就能撤销禁令？当初您判的那么严，怎么到自己就草率了？不行不行，江大法官又不是畜生，我一个兽医怎么治呢？您身为法官，怎能带头犯错？小的，我能让你行不了医，也能让你开不了店，甚至剥夺你安国人的身份。因成功送出精神病，功德减1。其实也不是完全没可能。江家父子与马步目光一亮，我现在只能给畜生治病，你们去整容成畜生，再办个法律认可的畜生证明，我就能治了。以江大法官的能力，弄个畜生证应该很轻松吧？众人脸色由期待转为铁青。你这是故意羞辱我们？答对了，要给你颁个奖吗？江一川气得浑身发抖，马户骂声一片。你给我等着，我会让你后悔来求我的。江家父子与马户愤然离去。宋并凑到江浩身边，又给他送了个病。法官大人，慢走不送。安都一环，思成集团顶层会议死记，至少4000亿周转资金，否则集团面临破产，只能向其他几大家族拉投资。各家找各种理由推脱，刘家还嘲讽我们最喜欢帮人，怎么还需要人帮？显然是因你上次帮宋并。众人目光聚焦思雅。李家呢？谁愿负责李家的投资？全场沉默。李家千金李梦玲遗传病恶化，老爷子拒见外人。我来吧。好，我在此宣布，谁拉的投资最多，谁就是下一任董事长。思蕊讥笑，将文件丢给思雅，思雅默默离去。宋并和艾小兽深夜义诊归来，兽医店门口堆满大便与花圈，墙上涂满诅咒。他们怎么能这样？本来想让你们自生自灭，既然找死，那我就送你们一程。他未报警，有江家父子在，走法律只会助长对方气焰。跟我去别墅睡，那些疯狗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不用，他们应该。他揪住艾小兽马尾辫，塞进车里，车辆驶入无灯树林区，在车灯照射下，前方马路中央，一道黑衣人影静立，手持寒光匕首。宋并驾车经无灯树荫区，一黑衣人进来，手持寒光匕首，对方甩手飞刀，噗一声扎爆车胎，徒手扎爆车胎，专业杀手。他强压恐惧下车。我的老板想请你喝茶，3个小时，跟我走一趟。话音未落，黑衣人如残影出来，手刀直砍宋并脖颈。杀手近身刹那，宋并采花鬼手击出，精准抓中对方腰子。成功送出急性肾虚，功德负2。黑衣人双腿一软，瘫倒地。宋并扑上，将其制服。女的扯下面罩，露出一张高冷绝技。这是什么招式？肾虚掌独门绝技，是谁雇的你？做梦！见对方嘴部蠕动似要服毒，宋并掐住其嘴，拍脖诱送，精神萎靡。带回别墅后，他将女杀手捆于负1楼，搜出数十件刀片暗器，甚至一把手枪。宋并收回疾病，女杀手苏醒，发现自己被羞耻捆绑。放开我！你这个变态！是你送上门的，还有你扎我车胎，怎么说？要杀要剐，休想让我透露消息！哟，这可是你说的。你敢动我，我背后的组织不会放过你。宋并继续解皮带靠近。李江，你这杀手不太冷啊？身为杀手，怎么能说呢？冷西月气节，情报称宋并毫无背景，怎会是这般可怕变态？是李达成雇你来的。对。就你一人，身后有组织。死心吧，我不会透露组织任何消息。但你要知道，它远超你想象。放你是不可能的，你可是我的保命符。宋并走过去，再次搜身，收走冷西月所有凶器。宋并走过去，打包所有武器。至于这些，我暂替你保管。次日，马户果然又来，江一川父子混在其中撑腰。新送的礼物收到了吧？再不治病，我们还送。众马户看向宋并，嚣张至极。治好我们，我能撤销你的禁令。好，你们赢了，我给你们治。大家不要急，排好队，一个一个来。众人狂喜排队。王明第一个坐下，伸出手。可以治，但不在这里。不是在这里，那在哪里？我已经没了行医资格。你可别想逃。大庭广众下治病，我得坐牢，换个没监控的隐秘地方，我才安心。马户与江家父子互视一眼，眼中闪过贪婪与狠意。那就下午6点，西天陵园黄泉亭那里没有监控，绝对安全。下午5点，宋并提着装有旺财3坨泥丸的塑料袋出门。西天陵园黄泉亭一众马户早已等候，焦躁不安。都5点了。那王八蛋还不来，是不是爽我们？他要敢不来，非得把脏东西塞他嘴里。江法官，若宋并在行医被举报，真会终身监禁，不止，还会剥夺所有财产。举报者能拿多少？若以受害者身份举报，最高可获他全部财产。众人目光闪烁，恰在此时，宋并现身。坏消息，祖传药方被销毁。众人暴怒叫骂。好消息，找到最后3颗原始宝药，多1颗可根治绝症，延年益寿。狂躁瞬间转为贪婪，众人死死盯住袋中宝药。就3颗，怎么分？只能先治3人，以后再摸索药方。人群骚动，谁都想当先
先吃的人。江大法官，您最公正，由您分配吧。他将袋子甩向大树，精准挂于枝头。别抢，这是宋病的奸计。无人理会，众人如野兽扑向大树。我病重，让我先吃。我都快死了，我先吃。我还有家人。爬树者被拉下彩带，石头乱飞，群殴爆发。抢我！谁抢老子跟他拼了！江一川从轮椅滚落，江浩悄悄爬上梁柱偷摘袋子。江大法官加油，马上就够着。众人猛然回头，发现偷家的江浩。包药是我的，一块石头精准砸中江浩头部，他坠入人群，沦为踩踏工具，很快引起不少人注意。混战持续，多人被打死，最终王明浑身浴血，抡石砸死最后对手。我的都是我的。他爬上树，一把抓出袋中宝药，竟然是3个泥丸。良药苦口，只要能治好我的病。他囫囵吞下，瞬间噎住喉咙，双眼暴突，骤然射死。警察赶到，目击者称19人为抢3坨泥丸，自相残杀。尸堆中，江浩浑身是血，站起。妈妈，我要吃奶奶！哇哇哇！别动，举起手。我是鬼，我要吃枪枪。警官惊恐抱头，江浩倒地，眼中尽是绝望。另一边，宋病已回店，正与艾小兽撸串。师傅丢个泥丸怎么这么久？丢远点，免得闻到臭味。宋病打包几串腰子回家，直奔负1楼房间。冷希月仍还被锁在原地，用冷艳的眼神看着宋病。宋病将食物丢在冷希月面前。肾虚长会让你越来越虚，最后小便失禁，只有吃东西才能补回，吃不吃随便你。防盗门关上，冷希月脸色闪过恐惧，望向烤串，诱魔空腹。他咬牙爬过去，开始吃。门外，宋病通过监控看到这一幕，笑了笑离开。他囚禁他，只为两手准备，警告李家，还有防范其身后组织报复。安都一环，李家庄园医疗房内，李梦玲躺在进口病床上，连接着各种仪器，她面色惨白，痛苦抓床单，身体颤抖。爷爷。好痛，我快痛死了！救救我！鲜血从他口里涌出，医生团队紧急止血输血。安抚后，李达成退出房间，眼神恢复冷漠。让你联系的杀手有消息了吗？联系不上，怀疑收钱跑路了。不可能，那组织信誉极佳。恰在此时，孙子李杰明来报，私家之女思雅求见，说有治好妹妹的办法。去喊来吧。奢华大厅，李达成端茶等候。晚辈思雅拜见李爷爷。听说你有医治梦灵的办法？我没有，但我可推荐一位神医。又是神医，我试遍天下名医，花百医无果。我也曾患严重心脏病，就是被他治好的。他俏脸微红，想起宋病特别的治疗方式。妹妹情况危急，就让她试试吧。他叫什么？宋病。你可以请他出手。可以，但是李爷爷，我有一不情之请。投资的是吧？你想要多少？2000亿。丫头，你觉得可能吗？2000亿投入如今的地产就是豪赌。这算我私家借李家的，开日定还。在您心中，梦玲妹妹的命还不值2000亿吗？你觉得我用1个亿请不来那宋病吗？实不相瞒，宋神医已自封，终身不再行人医。别说1亿，2000亿也请不动。那你凭什么请得动？他曾允诺我，凭这3张纸条可让他出手3次。李达成盯着那张碎纸条，终于点头。好，给你1次机会，若治不好梦灵，一切免谈。多谢李爷爷。天府别墅门铃响起，只见一道身穿黑色 OL 裙、黑丝长腿的曼妙身影站在门外。思雅小姐，快请进。宋病变化太大，如经历蜕变一般。思雅确认是他，难掩惊讶。思雅近距离望着他挺拔身姿、俊朗五官与从容自信，再度触动。一个人怎能在如此短时间内变化这么大？宋病给思雅倒了杯冰饮，谢谢。若不介意，叫我思雅就好。你也别叫我宋神医了，我现在是兽医。你真去当兽医了？宋病兽医店办会员卡打8折。实不相瞒，我来请您就1人，这是武东楼合同加1000万诊金，家族资金紧张，望您别嫌弃。就谁？李家千金李梦玲。宋病笑容收敛，眼眸微眯。李家来找过我，我没答应。这次治病关乎我私家前程。放心，有那3张纸条，我便出手，绝不食言。思雅大喜，掏出纸条，宋病收下1张。出发吧。就这样去，不准备。差点忘了。他回房拿了件白大褂穿上。李家庄园，刘学海率顶尖遗传病团队正为李梦玲注射自制药剂。数小时后，李梦玲昏睡，李达成苍老憔悴。恰在此时，李杰明带思雅、宋病到来。宋病见李达成，眼神冰冷，正是不杀手抓他之人。思家丫头真有本事，比我这把老骨头还有面。是你误会了，是思雅小姐请我才来，不然博主来了都一样。宋小友这个人情可真高贵，出手就2000亿合同。思丫头给了你多少？对于恩人，我分文不取，但对于想让害人。成功送出片头痛，狗选功德减2。
我可能会以兽医名义给他治治。好，很好。李爷爷，宋神医现在就可为梦玲小姐医治。不好意思，梦玲正在接受专业团队救治，请稍等。半小时后，刘学海自信走出。恭喜李老，令千金已成功治愈，我们已攻克李家遗传病。梦玲，你感觉如何？爷爷，我好了，终于不痛了。刘神医，我李氏集团决定入股你们医院5000亿。多谢李老。门外，思雅俏脸微变。丫头，梦玲已得专业救治，不再需要你请来的高贵神医了。之前合同恕我慎重考虑。李爷爷，你杰明、宋克，李家主，凡事别做绝，令千金病情随时复发，建议还是让我治治。质疑我专业性，你有行医资格证吗？两手空空是来要饭的吧？夜郎自大，没了你，我李家病就无人可医了。不愧是豪门贵族，希望你能一直这么豪横下去。记住，我也给过你机会了，下次就不是这个价了。杰明，让这些闲杂人等滚蛋！不用你们赶，宋病是我朋友恩人，今日这份耻辱，我思雅记住了。李达成慈祥为李梦玲进食。爷爷，刚才是不是那个骗子？是爷爷的错，以这星把他撵走了。我就说他是骗子，法律怎会冤枉好人？他大口吞食，下一秒脸色突变，剧烈恶心。呜呜，痛，好痛，头好晕。一口血柱夹杂食物喷出，快止血，这是正常反应。爷爷，杀了我吧，我不想活了。医疗团队乱作一团，血止不住。宋神医呢？宋神医呢？我刚撵走了。谁让你撵的？李达成瘫坐地上，听着孙女痛苦哭声，心如刀绞。他想起宋病的警告，深信不疑。快去把他们请回来！李杰明带保镖追出庄园，拦下宋病车辆。宋神医，我爷爷改变主意了，请您再救我妹妹。刚把我们撵出来，现在又要喊回去，不觉得可笑吗？人命关天，请以大局为重。是他请我治病，不是我舔着脸要来。想撵就撵，想喊就喊，我宋某没这么廉价。别说2000亿合同，就是5000亿，也请不动我踏入李家半步。别为了逞一时之快，葬送前程。宋兵一脚油门，车辆冲出，扬长而去。李杰明狼狈摔倒，车内思雅震撼看向宋兵：你早就看出李梦玲会复发。你们思家需要多少周转资金？至少4000亿。那就要他5000亿，而且是诊金，不是合同。恰在此时，思雅手机震动，全是李杰明来电。思雅小姐，我妹妹病情严重，请劝劝宋神医，合作还能谈。替我谢过李老，投资已拉到，不需要了。李家庄园，李达成脸色铁青，他亲自拨通电话。思雅丫头，刚才是我招待不周，能再带宋神医回来一趟吗？治好梦玲，马上签合同。李老，刘神医团队专业，梦玲定会没事。至于宋神医，我没脸再去请了，您另请高明吧。李达成眼中闪过阴霾，没人的地方再动手。3辆越野车在偏僻路段包夹宋病座驾，逼停路边，几名彪形大汉下车围拢。宋先生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文明社会，动武不好。那就只能得罪了。上10人扑来，动作凌厉，宋病出手狠辣，10倍力量瞬间放倒全部。回去告诉李达成，要治病先备5000亿诊金，再亲自上门求我。明天下午4点前不医治，大罗金仙也无济于事。当然，他也可以再雇杀手，我随时恭候。李家庄园几名保镖浑身狼狈跪地。他是个高手，我们都不是对手。他说要5000亿诊金，还要您亲自上门求医。5000亿，他以为是冥币吗？他还说，小姐明天下午4点前若不医治，必死无疑。李达成拐杖掉落，眼中杀意被震撼取代。他脑中闪过消失的杀手思雅的合同，被完虐的保镖宋病的从容。备车，爷爷真要亲自去求那乡巴佬。李老，那家伙是江湖骗子，再多给我5天。备车。很快，昂贵医疗车驶出庄园，载着李梦玲向兽医店而去。师傅，今晚吃鸡吧，我都馋哭了。前天不是刚吃过？思雅姐姐，你喜欢吃鸡吗？又大又肥，满嘴是油，我都可以。耶，思雅姐走，我们先去包房等师傅。小吃街人声鼎沸，唯独街角的宋病兽医店被数辆豪车围堵，数名黑衣保镖封锁街道，气势逼人。终于来了，小少，你先回天府别墅吧，我和你思雅姐有要事。带我一起吧，我能帮忙。明天再带你吃鸡。祝你们做得开心。话音未落，艾小兽已消失在人群中。宋病双手插兜，缓步走向兽医店，思雅略微迟疑，紧随其后。滚开，这里禁止靠近。宋病一把扣住对方手腕，这里是我店，该管是你们。住手！宋神医，思雅丫头，老夫为今日在李家招待不周，向你们道歉。爷爷，他们也配？抱歉，我不接受。这混蛋真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？先把梦玲的病治好再说。李家主，可别怪我不近人情，实在是贵族门槛太高，我高攀不起啊。这里有50亿安币，治好我孙女，卡归你。此外，我李家愿向私家追加2000亿投资。宋病接过卡，下一秒，银行如飞刀般甩出，嵌入墙体，众人倒吸冷气。李家主是不是记错了？这可不是我要的诊金。小子，你别贪得无厌，5000亿你吞得下吗？ 5100亿，你找死！ 5200亿，好，
我给，但其中3000以李家旗下公司股票抵扣。1小时后，合同送达。思雅查验后微微颔首，手心全是冷汗。请宋神医出手治好梦林，老夫立刻签字。为了安全起见，请李家主先签字。笑话，哪有先收钱再治病的道理？我的规矩就是规矩，你有意见，那你来治啊。若你治不好怎么办？屁话真多，你可以滚了，老子又不想治了。李达成脸色由青转紫，最终咬牙。好，老夫签。他颤抖签下名字，递回合同。思雅姐，你要的资金来了。不是我签，我要的是合作合同。这5000亿太重了。也行，现在可以出手了吧 ？OK， 这下可以了。宋病走到李梦玲床前，伸手一点她眉心，随即扯掉所有卫生管线。你要干什么？这些是续命仪器，你治还是我治？李梦玲缓缓睁眼，呼吸平稳。梦林，你怎么样了？爷爷，我痛，我头晕。看到了吧，你根本没治好他。你在狗叫什么？我开始治了吗？那就请宋神医快点。不，我不要让他治，他是骗子，他只是个兽医。你们都出去，治疗过程不准打扰，尤其是狗叫，否则出意外你们自负。刘学还想留下，宋病回头微笑。好啊，来，我顺便给你做个绝育手术。求求你不要乱来，我错了。一边骚去。李梦玲猛住，宋病开始脱她衣服。不要，你要干什么？放轻松，我是个兽医，任何动物的肉体在我眼中都一样。检测中，病体人类，所患疾病罕见末期性溢血遗传疾病，疾病等级2级。恭喜宿主吸收治愈增加100点功德。疾病还能评级？随着手法深入，他痛苦渐消。你怎么还想说他了？不爽之下，又是一巴掌。轻点，李老没听到李小姐的惨叫吗？那小子一定在殴打她，快阻止！众人神色怪异，这哪是惨叫，分明销魂。安静，先看看再说。他若乱来，走不出这栋楼。一旁思雅耳根微红，想起自己也曾如此失态。并恭喜宿主成功吸收2级疾病，功德加100。发什么呆？你已经没事了，还想按得加钱？我好了，你真的治好了我。庭审不是判你是骗子吗？你觉得呢？谢谢你，谢就不用了，你爷爷付了钱，拿钱办事两清。你这个骗子，把李小姐怎么样了？好狗不挡道。因成功送出脑胎，功德减1。梦林，爷爷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您了。刘学海仍不信，紧急搬来仪器反复检测，结果各项指标完全正常。怎么可能？病已根除，但需后续调理，每日服一种动物苦胆，连服81天，不得稀释，必须苦后回甘。不要，我不要吃苦胆。不吃，复发时七窍喷血，别怪我没提醒。交易完成，天色已晚，请回吧。李达成深深看了宋病一眼，复杂离去。李杰明临走前狠狠瞪人，宋病鬼手一点，悄无声息送出偏头痛。李家离开后，宋病将5000亿合同交给思雅，都算我对你公司的投资入股，李家股份我不便持有，免得那老狐狸做手脚。你放心，我绝不会让你亏本。宋病，谢谢你，今日一切如梦似幻。爷爷就这么算了，损失5000亿。先让刘家去试他底气，我们另有所图。明天你去私家提薪，定金里500亿。谢谢爷爷。若娶思雅，或可见接掌控那5000亿，甚至反赚人情。宋病驾车回天府别墅，途中瞥见吴亚雪人来，吴彦春侯缠纱布，吴亚雪陶醉可否，他未作停留。回到别墅，发现客厅沙发上有人裹躺而卧。小少，醒醒！别动，我们可以谈谈。那女孩呢？她在2楼，只要你配合，你们都安全。卡里1个亿是她的道歉礼，让她恢复，此事一笔勾销，组织不再追究你及家人。让我恢复，此事结果。杀手组织威胁太大，尤其涉及家人。宋先生放心，今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。天府湖景外一栋别墅内，吴彦春口腔癌缠身，痛苦不堪。女儿让好女婿转我去贵族医院吧，再买套按摩仪，古董黄金。不行，你嫁入豪门就不要妈了，没良心啊！因为他不要我了，他把我甩了，行了吧？吴彦春崩溃，我的眼睛复发了，还染上艾滋，他从没想娶我，只当我是个玩物。吴彦春如遭雷击，仍不死心。那快让他带我们去刘家医院治啊！他早不见我了，我不过是他陷害宋病的棋子。母女瘫坐于新购却空荡的别墅中，一个患艾滋眼疾，一个患口腔癌，被绝望吞噬。还有小宋，他心善，一定会帮我们。我都那样对他了，他怎会原谅我？你是他女朋友，一家人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可我怀孕了。谁的？是小宋的吗？也不是刘少的，我不知道。为了治病，我只能……不，这孩子就是小宋的。开学后，你在学校当众向他求婚，他一定会感动。我一定要挽回他，用余生弥补。翌日，宋病带艾小兽回店，发现门口停着路虎车，数名社会人员守候。你敲诈勒索我们，跟我们走。我违了什么法？少废话！社会人员强行按走宋病，途中刘海峰暗中殴打他，宋病冷笑，默念宋病盯送出宫颈癌、胃癌、3叉神经痛。阴暗地下室内，刘海峰招进2名打手。
上。正欲动手时，侧门打开。海放，宋小友是我刘家贵客，怎能如此对待？其身旁站着刘学海，眼神阴冷。鄙人刘氏集团董事长诚邀你加入，共谋大业。宋并握手微笑，盯送出精神错乱症。刘专家，好久不见。刘学海心中冷笑，现在怕了，晚了。加入刘氏，你立刻拥有行医资格。名利美女，若不答应，你和你的家人都会消失。既然刘总如此盛情，恭敬不如从命，我一定把你们家族发扬光大。哈哈哈，宋小友果然是聪明人，放人。殊不知，他为刘氏上下数百人引来一位宋并瘟神，走出大楼。刘天朝邀宋并上车，欢迎仪式上，你要当众治好我儿子，这关乎你的前程。刘总放心，我定竭尽全力，不求回报。好。我看好你。一旁刘学海惊疑，此人之前桀骜不驯，如今怎如此顺从？定是惧怕刘家权势，日后宋并就是刘家的一条狗，任我羞辱报复。刘氏豪宅内近100名核心高层齐聚，皆为院长或医学专家。众人正等待神医宋并。门外豪车抵达，宋并随刘天朝、刘学海步入大厅。大家好，我叫宋并，已加入刘氏，今后是一家人了，请多指教。他挨个握手，笑容灿烂。众人错愕，明明是被强掳而来，竟如此欢快。功德值飞速下降，宋并却毫不在意。大哥，若他治不好降风，就交给我做切片研究。先让他治不好，随你处置。宋小友。犬子就在楼上，大家已迫不及待想见识你的医术。可以，完全没问题。2楼病房，刘祥峰被绳索捆绑，四肢截肢，浑身溃烂，形如鬼魅。宋并，这就是犬子，过去的小恩怨就此接过，如何？刘总说笑了，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，不用诊断。我已看出刘少身患22种绝症，包括狂犬病、艾滋、阳痿、死精。众人嗤笑转为震撼，这些病症本需高端仪器才能检出，宋并却只看了一眼就说出来了。宋神医救我，我错了，求您救救我。放心，我会竭尽全力，准备300根超大号银针，1颗500元以上人参、衣服、酒精。刘学海迅速备齐物品，宋并当众打开人参盒，然后一口一口吃掉整颗600年野山参。宋并打个饱嗝，他闭眼运气，却放了个屁。忍着点，很快就过去。随即抓起银针，手速如电，快若残影。刘祥峰凄厉惨叫，众人看得心惊肉跳，却愈发信服。此等手速必是失传针法。扎至第299针，刘祥峰口吐白沫，抽搐翻白眼。病体即将因狂犬病、哮喘、癫痫而嗝屁，请宿主快点救治。宋并神色微变，迅速收走3种疾病。宋神医，我感觉好多了，真的好多了。宋神医果然名不虚传，已治愈3种病，余下19种需分期治疗，否则他身体吃不消。理应如此。宋神医，请赴宴。宴会上，宋并被奉为上宾，众人争相敬酒。刘天朝礼遇有加，视其为摇钱树。深夜，宋并被专车送走。大厅内，众人笑意尽敛，分毫不差。降风的狂犬病、哮喘、癫痫全好，何不将他囚禁，永世为刘家服务？合同已签，他这辈子注定是我刘家的狗。但好狗要慢慢养，先投喂洗脑，再让他心甘情愿献出医术。家主英明。立秋后，安都宴，私家豪宅金碧辉煌，直系10余人围坐玉石餐桌，静待思雅。爷爷，思雅又迟到，分明是故意的。这场家宴本就是为小雅准备的，等等又如何？恰在此时，思雅匆匆赶到，职业装未换，额角带汗。哼，面子真大，让全家等你。思雅沉默入座，却被司海华叫住。小雅，坐到爷爷身边来。思雅困惑，依言而坐。今日有件喜事，李家少爷李杰明上门提亲，我已替你应下。思雅遭雷击，脸色煞白。爷爷，我还没考虑婚事。也26了，李少门当户对，这是家族联姻。小雅，李家愿投500亿，助我思家度过31号豪族宴会危机。爷爷求你了。不用李家，我已拉到5000亿投资。满座哗然。5000亿，你吹牛也不打草稿。就算你真拉到钱，这婚也必须结，你流的是思家的血。众亲戚纷纷劝说，字字如刀。思雅心寒，终于明白自己只是联姻工具。给我点时间考虑。转身离去，背影决绝。夜晚小吃街热闹非凡，宋并心情愉悦回兽医店，见艾小兽在门口等候。师傅，宋并被撞得一晃，闻到少女体香，略显尴尬。今天来了多少宠物？15只，还有个性感小姐姐来找你，说要出诊。你去吃饭吧，这里交给我。艾小兽方步蹲向烧鸡店，宋并穿上白大褂，开始为宠物收并解额。刚忙完，王潇潇现身，身着黑色抹胸裙，腿白皙修长，火辣妩媚。宋兽医，今晚能出诊吗？无论治好与否，先付1万，治好再给10万。情况很急，算是吧。宋并一女，王潇潇拍紫色，
海里拉街以路人面线。车驶入天府湖区一栋冷色别墅，距宋病住所仅数百米。进门瞬间，宋病愣住。客厅沙发上，安都大学第一校花安若依，素颜清纯，竟抬着白皙玉足，逗弄一条白蛇。安若依慌忙藏舌盖腿，羞红脸朝向楼下。3分钟后，三人尴尬对坐。宋神医，你什么动物都能治吗？还是王潇潇尴尬的打破了安静。你们想让我治蛇？哪有几条？王潇潇愣住，尴尬一笑，偷偷拍了拍安若依。大小姐，问你呢，有几条？你倒是说啊！安若依埋头，举手比耶，2条还行，带我去看看吧。安若依低着头，领路向地下室走去。安若依带宋病至别墅负3楼，阴冷灯光下，墙面布满透气笼子，内有20条色彩各异的蛇。啊，全是蛇！他们最近软趴趴没精神，吃的也少，像丢了魂。你能治好他们吗？多少钱都行。我试试。病体：蛇，疾病，郁郁症，症状：情绪低落、厌食、雌性激素累积。养的蛇几公几母？都是母的，全是母蛇，欲望无处释放，不郁郁才怪。除了养公蛇，还有别的办法吗？我可按摩帮他们释放，但只能顶1年半载，根治需阴阳调和。够了，快治吧！宋病在安若依协助下，逐条按摩收病。大半天后，20条蛇恢复活力，开始进食。真的好了，宋兽医，加个微信吧。宋病扫码通过，立刻收到10万元转账。用不了这么多，应该的。回1楼，王潇潇迎上，宋病婉拒相送，步行回别墅。他思及2日后开学，担忧因案底被安都大学除名。次日清晨，果收校方通知，单独面见校长。正欲前往，刘学海来电，命其即刻为刘祥峰治病。先去刘家吧，学校的事开学再说。宋病驱车至刘家，刘学海率10余人等候，皆穿白大褂，携摄像设备。怎么这么晚？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。路上堵车，下次一定。再有下次，休怪我不客气。病房内，刘祥峰精神好转，正调戏丫鬟。见宋病至，丫鬟慌退。宋病，这次记得扎轻点，不扎了，换种疗法，煮1碗人参燕窝灵芝粥，野山参要500年以上，燕窝无杂质。刘家误以为此乃运气关键，不敢怠慢，速速备好。宋病当众慢悠悠吃完价值1000万的早餐。刘学海脸色铁青，饭毕，宋病运气放屁，众人激动拍摄。把常立起，将刘少帮，我要用祖传手法治病。刘祥峰被捆入沙袋，这手法不痛吗？真不痛。话音未落，宋病全身出勾拳、直拳、碎拳、大劈钩、引击、暴雨花般丰富。刘学海等人狂热围观，指挥拍摄，快录，别漏细节，甚至为精彩招式喝彩。1小时后，宋病收工，刘祥峰脸肿如猪头，肋骨断裂，小弟遭殃，已昏死过去，已治愈5种绝症。刘家人检查确认，疾病果然减少无。稀释手法必须学会。众人蜂拥研究录像，宋病则心满意足离开，既吃了天价早餐，又锻炼了身体，还灭了仇人。瞧瞧这小日子过的，每天起来就能干爆仇人。开学日，安都大学人潮涌动，宋病一脸凝重步入校园，直奔校长室。宋病，听说你暑假行医骗人，败坏校誉，学校决定开除你学籍，即刻离校，永不准再踏入半步。好，但我请求别告诉我的家人。走吧，你今后与安大再无瓜葛。宋病转身离去，马玉仁立刻拨通电话通知宋病父亲。偏远农村，宋安正在帮邻居张婶修铺扇，张婶提着鸡蛋在旁边恭维道：“小病是咱村第1个大学生，以后一定有出息。”电话响起，马玉仁明了告知宋病道德败坏，已被开除。校长，您一定搞错了，我儿子最善良。电话被挂断，一旁张婶听完全程，脸色突变，抱起风扇悄悄溜走。宋病走在回宿舍路上，广播突然播报：兽医专业学生宋病因胡乱治病害人，予以开除学籍处理。他淡然一笑，继续前行。手机响起，小病，你没事吧？学校说你那是诈骗电话，爸，下次直接拉黑。我就说嘛，爸，我可能要出国留学了，是交换生项目，还有20万奖金。费尽口舌，宋安勉强同意。宋病随即转账10万，并编造理由让父亲接受。男生宿舍楼下，吴亚雪手捧玫瑰，宋病出现，看他一眼，径直绕过人群上楼。宋病，等一下！他追上前，挡在宋病面前，深情地花：“我们复合吧，之前是我错，我离不开你，我想和你结婚生子，用余生弥补你。”围观学生感动不已，男生们羡慕嫉妒。宋病用系统检测后冷笑：“既然你这么爱我，就把法庭陷害我的真相公布出来，我就原谅你。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”宋病抬手一巴掌，吴亚雪被扇飞，全场震惊。怀了别人的孩子还来找我结婚，吴亚雪，你真在刷新女人的下限。我没怀孕，我一直守身如玉，但如果你想要，我现在就可以跟你备孕。人群愤怒指责宋病打女人，一名舔狗青年站出斥责：“王八蛋，打女人你还算男人吗？”亲爱的，别离开我。你喜欢送你了。吴亚雪绝望倒地。此时拆迁暴发户张帅单膝跪地，地上保时捷车钥匙。亚雪，你一直是我的白月光，我家拆迁了，请做我女朋友。在一起，在一起。我愿意。张帅抱起吴亚雪，奔向爱情圣地。
宋并离校后拨通赫伯特电话。赫伯特先生，我快处理完了，过几天就能去立国。太好了，立国顶尖学府任你挑选。挂断电话，一辆敞篷保时捷急刹倒地，吴亚雪与新欢张帅下车。你就是那个被开除的社会败类，连车都买不起，别敢打我的女神。听好了，亚雪今后是我张帅的女人，你最好离她远点儿。人才啊！他已预见到身患艾滋与眼疾的吴亚雪终将脱捕张帅。前方路口，人群围住一名戴眼镜的斯文青年，地上一只白猫奄奄一息，胸口插剑，浑身缠网。这猫温顺有才，你竟活活射死它！我就是随便玩玩。安若依冲入人群，蹲下为白猫包扎。包扎好后，安若依想要抱白猫去就医，眼镜男愤怒冲上前去猛踢人猫，3只早产猫仔飞出，随即拔出匕首，滚开！这是我的战利品。人群惊散，数人被划伤。宋并手腕亦被划破，却神色平静，走向猫仔开始救治。潇潇姐，3、2、1。话音刚落，眼镜男突然捂着死地，痛苦抽搐。救我！我不想死！活该，这就是报应。眼镜男爬向宋并求救，宋并恰巧起身，怀抱包好的母猫与3只幼崽淡然离去，未看一眼。眼镜男在绝望中窒息身亡。警方后续判定为突发心脏病，救治不及时。路口，安若依与王潇潇追上宋并。他和孩子没事吧？脱离危险了，但需长期照料。可以交给我养吗？当然，安校花真是人美心善。他早就认识我，此人不简单，他就是今天被广播开除的人。怎么可能？他这么善良。大小姐，好人未必有好报。宋并抵达刘家，照例骗吃珍稀药材，随后治疗刘翔峰，实则施以酷刑，并为其服下含动物排泄物的祖传药方。刘天朝拦下宋并，假意求诊。最近心情烦躁，能帮我看看吗？压力太大，我给您按按。在一众刘家人围观下，宋并按摩，实为暴揍刘天朝。宋小友医术太神奇了。众人见状，纷纷排队求治。房间内惨叫连连。宋并边打边收病，再还病，功德值反复加减1，系统最终沉默。打完10几人，宋并满头大汗。刘家人感动涕零，高高兴兴送他离开，并迫不及待按金贵药方抓药熬服。刘家密室内，巨大屏幕慢放宋并治疗录像，下方摆满人体穴位模型，一众核心成员照猫画虎，模仿其招式。怎么感觉像在练武术？不管了，先学会再说。刘学海与刘天朝鼻青脸肿，却目光炙热。我已学会他的针法和手法，应该够用。今后这些医术就是我刘家的了。到时候把他的4肢切下来给祥峰。好主意。宋并回家途中收到安若依微信求助，他立刻赶至安若依的别墅。房内，白猫妈妈痛苦低吠，3只小猫已熟睡。宋并，太好了，你终于来了！大白一直叫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宋并上前检查，脸色微变。他腹中最后一只猫仔要生了，但受了伤，用不了啊，那怎么办？接生还能怎么办？去准备热水毛巾。3人忙碌半小时，最后一只猫仔平安降生。他们没事了，我先告辞。宋并，我们可以聊聊吗？宋并以为他怕自己泄露其玩蛇秘密。放心，你的秘密我不会乱说的。我不是指这个，是关于你被安大开除的事。如果可以，我能帮你争取撤销这个处罚。谢谢，不用了。你不只是兽医，你还会治人。我就是一个兽医。宋并转身离去。你这么看重他，不会是看上他了吧？我只是不想让人才被埋没，我要告诉我爷爷，不能让他在安国被冤枉。翌日，思雅登门，5000亿合同已备好，但我想请你帮另一个忙。又是救人？不是，我想请你当我男朋友。啊？思雅解释，私家宴会上，他爷爷同意李家联姻，欲将她嫁给李建明，陪我假扮情侣，赢下这场赌局。若我掌权，思氏集团一半归你。宴会什么时候开始？今晚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宴会当晚，宋并入场，气质俊逸。思蕊见其出众，上前搭讪：“公子你好，常有女生夸你帅吧？”谢谢。我叫思蕊，思家人。宋并，宋家人。宋家。他搜遍记忆无果，仍试探。宋并哥哥这么气度不凡，一定很有成就吧？还好，我就是一个医生。医生好啊，救死扶伤，心善正直。我个人最尊敬医生了。不知道宋并哥哥是在哪里工作？宋并兽医店。你是个兽医？他立刻嫌弃后退，疯狂擦手。对，宋并兽医店就是我开的。思蕊小姐要是有宠物生病了，都可以来找我。你一个兽医怎么混进来的？浑身都是病毒，滚出去！保安，保安在哪里？2名保安闻声赶来，动静引得全场侧目，包括贵宾赫伯特。私家宴会上，思蕊当众呵斥宋并：“你这种人混进来，才是丢我私家的脸，快滚！”他向宾客道歉，称宋并是混进来的混子，并示意保安驱赶。恰在此时，赫伯特在司海华、司晨陪同下走近，宋并迎上前：“还愣着干什么？把这流氓打出去！”宋并已站到赫伯特身旁。哦，宋先生，见到你太好了。司海华惊疑，司晨脸色大变，他认出宋并就是昔日落魄青年。你们不能这样，宋先生是我的朋友，你们太没礼貌了。司晨反应极快，上前2记耳光扇飞保安。爷爷，这个人是混子。住嘴，司老爷子！我和朋友受邀而来，竟遭如此驱赶，你们司家太没礼貌了。众人这才明白，
宋病竟是世界富豪榜第3的赫伯特之友。你是赫伯特先生的朋友？可你说你是兽医。我确实是兽医，但不影响我和赫伯特先生是朋友。还不快向宋先生道歉？对不起，宋先生，是误会。赫伯特先生，我们换个地方聊聊吧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滚下去。庄园外豪车列队，李家人抵达。李达成携李杰明、李梦玲入场，牌面十足。李家小公主倾国倾城，已获集团10%股份，价值近万亿。今晚主角是李杰明和思雅。李少双博士，思雅是商业才女，堪称绝配。凭什么这么优秀的男人却是那个贱女人的？宋神医，好久不见，昔日还没好好感谢你对梦林的救命之恩呢。李老客气了，都是应该的，区积点功德，洒水了。听说宋神医已经在刘氏医药集团门下做事了。真是可喜可贺。李达成又笑道，但笑容中多少带着一些嘲弄。2楼，思雅身着白色晚礼服现身。乖孙女，向大家宣布喜事吧。今天我要隆重介绍我的男朋友，他在我思家危难之际投资5000亿，成为最大投资人。全场震惊，掌声雷动，众人纷纷祝贺李家出手阔绰。李达成、李杰明脸色煞白，李家根本拿不出5000亿。思雅无视李杰明，径直走向宋病，挽住他的手。这就是我的男朋友兼投资人宋病。掌声戛然而止，全场死寂。杰明无遭重击。食品区，李梦玲张大嘴巴，手中甜品掉落。司家主真是好手段，宾客见风使舵，纷纷告辞。大厅转眼空荡，只剩司家人与赫伯特。混账！你知道这会让家族万劫不复吗？他就是故意的，这种人不配做司家人，滚出司家！思雅神色高冷，无动于衷，拿出2份文件递给司海华。爷爷，这是我男朋友投的5000亿合同。司海华半信半疑接过，越看越惊。这么重大的事，你为何不早说？我说了，你们信了吗？司海华哑口无言，他看向宋病，想起此人正是思雅曾为救而得罪刘家的青年。老朽感谢宋小友对我思家的大恩大德。这笔钱不是投给思家，是投给思雅的。既然你们要赶他走，合同作废。小雅，爷爷错了。您之前许诺谁拉到投资多，谁掌权，还算数吗？是爷爷老眼昏花，今后思家交给你了。司海华递上家主玉佩与合同。不，爷爷，您怎能传位给这个贱人？女人掌权不合适，她太年轻，难当大任。思雅走向思蕊，抬手一巴掌。现在我是家主，辱骂家主，该打。我拉来5000亿，就有资格掌权，还有谁不服？一律逐出思家。大厅鸦雀无声，无人敢直视其冰冷目光。庄园外，思雅松开宋病的手，神情终于波动。谢谢你，宋病，这场赌博我们赢了。一切都是你自己争取的。按合同，我会将我名下25%的40股份转到你名下。信得过你。过几天我将去立国留学，有事电话联系。好，祝你顺风，今后有需要随时找我。这个女人不简单，骨子里都是不屈，都是被逼的罢了。宋先生已安排妥当，何时出发？后天。宋病接到安若依电话，来到别墅，除2女外，还有一位戴金丝眼镜的青年。这是我表哥安轩，在司法部门工作。他说，若你能证明有真本事，可帮你撤销犯罪记录，恢复学籍，这是你唯一的机会。不用了，在安国，我确实只是个兽医，并不会治人，本事不大，脾气不小。要不是若依求我，你连见我一面的资格都没有。不好了，祥峰少爷病情复发了。孩儿们，随俺老孙去降妖除魔。一众刘家人手持钢钉、铁棒等法器冲入病房。爹，快请宋神医救我。不用，我已学会宋神医的医术，让我来。众人如丧尸般围殴刘祥峰。我一定要杀了宋病，让你二叔出手，别给他喘息机会。我这就去找二叔，一定让这个混蛋死无葬身之地。老爷，刘家上下几百口，一夜之间全疯了。什么？他猛然站起，偏头痛突然发作。救我！老爷，少爷路上突发头痛，出车祸了。宋病，一定是他。中午，宋病来到兽医店，告知艾小兽自己将赴立国留学，并转账10万元。师傅，走，带你去吃帝王级套级大餐。师傅，你放心去吧，小兽会给你看好店铺的。乖，好好干，来年师傅给你娶个洋妞师娘。师傅，我一定好好干。次日清晨，宋病于别墅外等赫伯特，恰逢安若依与王潇潇晨跑至此。宋病，你住在这，那天你不该冲动。宋先生，抱歉让您久等。宋病，你要去哪？我去立国留个学，今后你的蛇愈了，就来立国找我，我在那里应该可以治病。赫伯特传闻患癌时日无多，如今气色红润，定是宋病所致。他能治愈癌症、艾滋、狂犬病。不行，我要去找医协，绝不能让他离开。医协总部会长吕涛亲自接见安若依。宋病能治愈多种绝症，绝不能让他走。公主，您被骗了，连立国都不敢说能治癌症，这绝对是假的。安若依欲辩解，吕涛敷衍打发，称会调查。或许他不会送华子吧？
华子，他不仅治好赫伯特的癌症，还治愈了艾滋、狂犬病，他的医术远不止于此。吴亚许母女公断供被赶出别墅，首富血本无归。女儿，再不放下高傲，我们真要喝西北风了。妈，我错了，我这就去跟宋病道歉。这次他让我做什么，我都愿意。是你来干什么？我们是来找宋病的，我是他丈母娘，这是我女儿，已怀了他的孩子。我师父那么帅，怎会碰你这种干瘪丑女人？你小贱人，快滚！我师父已去立国留学，不回来了。他在那儿已给我找了洋妞师娘，定居立国了。不，宋病，我爱你，我愿意跟你去立国。等等我也愿意。宋先生，您更擅长治疗哪些绝症？只要是绝症，都会一点点。我为您举办贵族宴会，祝您扬名立国。按合约，我为您家族免费治疗，但也需绝对自由。已为您安排好学校和房子，绝不干扰。爹爹，我想死你了。这位是宋病先生，今后你们一起上学，露西由你照顾他。你好，露西，史蒂夫。宋病先生第一次来立国，没事多带他逛逛，需要什么都可以买。谢谢爹地。明天10点去学校，别睡过头。你这么瘦小，天黑最好别出门。立国对亚洲人很不友好。是时代广场。宋病将车停在清境街道，目光锁定一家日式中医馆，门牌显示店铺售卖。この漢方薬局を購入される予定でしょうか？这家伙在说什么呢？你是中国人吗？请问您要买这间医馆吗？我爷爷去世了，家族迁回国内，我留学急需钱，1000万利金，一次性付清。可以，但我要先检验。检查后确认无问题，宋病用赫伯特办好的证件完成交易，成为医馆新主人。他当场修改电子牌匾。当晚，宋病刚进店，一名全身包裹严实的神秘少女抱白猫出现，她身后跟着2名持枪白人保镖，杀气凛然。您能帮我看看我的卡布奇诺吗？请稍等。检测到2级疾病病体猫病症2级变异病毒感染。10几分钟后，宋病爆出痊愈白猫。谢谢。不久，2名韩国网红小姐姐进店。欧巴，你标识上是真的吗？真的什么病都能治？你是想治疗什么？能不开刀就把我的熊变小点吗？检测到病症病体人类病症大熊症，症状熊大。操，这还真是病。他带女人进诊室治疗半小时，出来时女人明显变小，满脸潮红，眼神迷离。欧巴，这按摩可以包月吗？我下次还来点你。这是中医手法，不能贪多，会变平的。女人慌忙付钱，护胸离去。夜深，宋病回停车场，发现2名黑人坐在车盖上划车。嘿，小子，把钱和车留下，从我们裤裆下爬走。他伸手抓宋病头，话未说完，已被宋病一拳轰飞，手臂断。另一黑人拔枪，枪瞬间被宋病夺走，冰冷枪口抵其脑门。朋友，我们错了，别紧张，我是个兽医，给你们治病。他边打边收病，触发新病症在收，循环往复，最终2黑人终身瘫痪。宋病喜提50点功德，累计432点。此时，露西驾乘红豪车赶到。你为什么要独自出来？要是遇到危险，我爹地非打死我不可。他看到墙角瘫倒的黑人，吓了一跳。这是怎么了？问道，可能太困睡着了吧。次日，宋病与露西抵达斯乔国际大学校门口，露西男友卡尔率众迎接，对宋病充满敌意。卡尔，露西的男朋友。宋病，一名医生。卡尔暗中发力，想给宋病苦头，却见对方神色平淡。宋病反握，卡尔脸色涨红，身体颤抖，几乎跳起芭蕾，却强忍不叫。宋病刚到中医学院走廊，见黑人杰斯单膝跪地，捧花堵住亚洲女孩表白：“亲爱的，请做我女朋友吧。”不，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，请别纠缠。他瞥见宋病，如见救星，撞开杰斯扑向他。亲爱的，你怎么才来？人家想死你了。他强行将宋病拉进教室，杰斯脸色铁青，眼中燃起怒火。教室内，秦川那儿鞠躬道歉：“抱歉，宋病，我被他骚扰才出此下策，我会补偿你的。”你是安国人吧？我是樱花国人，已在中医系学3年，以后我们可以多交流。上课铃响，华斯国教授一位安国老中医开始授课。课程结束，宋病收到赫伯特消息，请他为立国将军治病。露西驾车来接，卡尔及白人朋友同行。车上，金发妹故意挑衅：“小黄，听说你是神医，能看出我有什么病吗？”纵欲过度，7次堕胎，已不孕不育。车厢瞬间安静，金发妹震撼宋病，说的分毫不差。车辆驶出校门，忽被一辆黑车逼入巷子。UFC 排名第10的拳手康德与杰斯现身。我们只要这个人。你们可以走。好，只要你不动我们。宋病是我史蒂夫家族的朋友，你敢动他，我爸爸不会放过你。再不滚，一起陪葬。卡尔等人恐惧，强行拉走露西，留下宋病一人。10万利金，不要他这辈子躺床上。没问题。康德挥拳猛攻，拳风凛冽，宋病轻松轰出一拳，直接捏爆其拳头。
汤德不甘再攻，拳头被宋并单手握住，纹丝不动。你很拽，放了我不管了。你打完该换我。一指拉开，远处杰斯吓尿，双腿发软。十几分钟后，宋并驾驶卡尔顿队离开，杰斯与汤德已实现躺赢梦想，功德加66。别墅花园，赫伯特听闻宋并被拦截。天哪！你们怎能丢下宋先生？是他招惹对方，我们给他争取了逃跑时间。正说着，宋并驾车归来，露西等人脸色煞白。宋先生，你没事真是太好了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那2个黑人兄弟只是生病了，知道我是兽医，就来找我看病。我治好后，他们付了诊金，就放我走了。赫伯特信以为真，吓死我了！快跟我走，别让麦克将军久等。赫伯特带宋并匆匆离去，留下众人在风中。夜晚，恩氏璀璨。迈巴赫车内，赫伯特向宋并介绍麦克将军。麦克将军是立国仅有的5位5星上将之一，位高权重，但最后一次战役失败后，双腿瘫痪，10年未愈。宋并看着病历，心中期待。若是2级疾病，可得100功德。今晚是将军生日宴，立国贵族云集，若您能治好他，必将名震全球。宋并明白，这是场交易，他得名，赫伯特得利。放心，我会尽力而为。车辆驶至郊外城堡，灯火辉煌，戒备森严。宴会上，赫伯特告知宋并坏消息，有位英华中医晴川竹俊主动求诊，将军已答应让他先治。正常，他名气大。麦克将军被推至大厅中央，今晚将由樱花国的晴川竹俊先生为我治疗。掌声中，晴川竹俊自信登场。此次不为名利，只为让世界见识樱花中医之博大精深。他手法娴熟，落针如神。至第19针，麦克瘫痪的双腿竟明显颤动，全场震惊。晴川竹俊准备落下最后3针。麦克将军，接下来会很痛，请忍耐。第1针落下，麦克痛得老脸发白。第2针剧痛百倍，他翻起白眼。快停止，将军承受不住了。抱歉，您神经萎缩，无法承受此痛。不怪你，樱花中医确实神奇。麦克将军，请让我请来的神医试试。你请的神医在哪？在众人好奇目光下，宋并走出，全场安静。他太年轻了。大家好，我叫宋并，来自安国。若还是扎针，就不必了。我用的是祖传安国手法。宋并触碰麦克双腿，系统提示：疾病神经性瘫痪，病级1级，功德加1。他让西医抬起麦克双腿，开始按摩，动作起初普通，引来嘲笑。赫伯特，你请了个按摩师？突然，宋并双手化作残影，拍打节奏如钢琴曲，快到肉眼难辨，全场震撼。麦克感到坏死神经被激活，双腿恢复知觉，愉悦感涌遍全身。几分钟后，宋并收手。麦克将军，起来走2步。麦克迟疑撑起轮椅，在众人注视下，竟稳稳站起，一气呵成，全场沸腾。贵族们纷纷扑向宋并，想要获得他的联系方式。赫伯特露出胜利笑容：“宋并先生，我想拜您为师。宋神医，请收下我吧，我想跟您学习安国的中医。”抱歉，我的医术不外传。晴川竹俊适可而止的离开，众人眼中只有敬佩。宋神医，您的事赫伯特已经跟我说了，您放心，我会向国会申请，今后您将享受立国最高贵的待遇。如若遇到任何麻烦，请直接拨打这个电话。麦克递给宋并一张军方卡片，众贵族高官眼眸皆动，深知其分量。谢谢麦克将军。接下来，无数贵族高官纷纷上前讨要名片或联系方式，宋并只留下了宋并医馆的地址。宴会结束，宋并被麦克留下，来到城堡客厅。世界首富范文西·坎贝尔已在此等候。宋神医，快请坐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范文西·坎贝尔。宋并与对方握手，发现他除了有点肾虚，并无大病。范文西先生身体很健康，好像并不需要什么治疗吧？宋神医果然医术高超，不过此次要请您医治的并不是我，而是我坎贝尔家族的公主坎蒂。她也是王室成员，只要您能治好她的怪病，今后您就是立国最大的恩人，您想要什么都可以。那他人呢？坎蒂的病很特殊，不能亲自前来，只能我们带您去见她。3人来到一座岛屿，踏入一个彻底与外界隔离的高科技生态系统。坎蒂的怪病就是不能沾染一丝杂陈病菌，否则就会立刻感染而亡。无奈之下，我们建设了这个封闭世界，才让他续命至今。你好，坎蒂公主。坎蒂，这是宋并先生，一位神医，这次前来是为你治病的。那就劳烦宋并先生了。嗨，我先为坎蒂公主把脉吧。宋并先生，能不能戴上手套？坎蒂的肌肤与人接触也会感染。不行，要知道病情，必须要肌肤接触，戴着手套影响触感。2位放心，我不会让坎蒂公主感染，就算当场感染，我也能让她当场恢复。那就试试吧，或许宋并先生真能创造奇迹呢。宋并将2指搭在坎蒂雪白的皓腕上，一股冰凉细腻的触感直击心灵。病体检测中。坎蒂娇躯一颤，美眸泛起涟漪。自他记事以来，从未有人与他有过肌肤之亲，而此刻他的手腕竟没有如以往般一接触就立刻变红。
麦克与范文熙震惊不已。然而宋病的眉头却越皱越深，因为像以往一摸就有病症反馈，而此刻系统却在加载中，像是卡壳一般。宋病心中不由升起一股不安感。检测到当前病体为3级疾病，治疗成功将获得1000功德点。3级，需启动全方位吸收才能依次性治愈，否则只能分批次。那就分批次吸收。坎蒂公主的病很罕见，但有办法治，需要分几个疗程。真的？需要什么药材仪器？药材我自会准备。今天先进行第1次治疗，需要绝对安静。请跟我来吧。闭上眼，很快就过去。宋病决定从狱卒开始，化身专业按摩师。随着吸收进行，他身体燥热越来越虚。成功吸收1/4基因性异变疾病，功德待加。好了，今天的治疗到此为止。坎蒂睁开眼，只见宋病额头冒汗，脸色苍白。他感受到双腿不再冰凉，甚至冒着热气。宋病开门，迎来麦克与范文熙期待的目光。公主的双腿应能暴露在空气下了。医疗团队用模拟阳光照射坎蒂脚踝，皮肤再无发红病变。神迹，这简直是神迹！宋病完全获得了2人的信任。离开时，范文熙递给他一张世界银行卡，这是10亿利金，作为部分诊金，治好坎蒂再付100亿。谢过范文熙先生。宋病驾驶麦克赠送的跑车回到医馆，远远看见一群人等候，为首之人正是晴川竹俊。他一见到宋病，立刻跪下。宋神医，请收我为徒，这是10亿利金，当作拜师礼。父亲，您是我樱花国最伟大的中医，怎给一个安国小子下跪？八嘎，要对宋神医保持绝对尊重。医学无界，中医应被发扬光大。我只想拜您为师，跟在您身边观摩学习。你的中医已经很了不起了，至于我的医术，你是学不会的。学不学得会是我的事。宋病看出对方决心，为免麻烦，也因小受不再需要帮手，便勉为其难接过银行卡。这可是你说的。嗨，师傅在上，请受徒儿3拜。晴川那儿是你什么人？她是我的女儿，您认识？算是吧。她可漂亮了，至今未婚配，就喜欢像您这样帅气的。我现在是你师傅。没关系，我们樱花国不在意这些，今后咱俩各叫各的，我叫你师傅，你叫我岳父。早点休息吧，明天开始接课了。早上7点，一辆豪车停在医馆门口，一位富豪白人下车。宋病先生，我们昨晚在麦克将军的宴会上见过。当然记得。检测到病体纵欲过度、肾虚、早泄、不育。您是要治疗那方面吧？您这就看出来了。跟我来吧，情况严重，价钱可能有点高。只要治好，多少钱都行。宋病得功施真，并播放视频辅助，效果立竿见影。哦，我的上帝！富豪心甘情愿支付2000万利金，如获新生的离开。此时，一对富豪夫妇推着全身瘫痪的儿子威廉到来。宋神医，我儿子5年前瘫痪，请您再创造一个奇迹。那就让我跟上帝谈谈吧，他要是不同意，我就把他打到同意。宋病和晴川竹俊将威廉推入毒诊室，1小时后，他们搀扶着威廉慢慢走了出来。Oh my god， 宋神医，你就是上帝他爸！富豪当场转账1个亿，前来求医的富豪越来越多，豪车补满。忙碌一上午，18位富豪上门，宋病累倒了，吸收的几乎都是罕见绝症。竹俊，下午不开馆了，再有人来就告诉他们我的行医时间。好的，师傅您放心去吧。宋病坐上黑曜豪车，关掉不停响起的手机，驱车前往斯乔国际大学。宋病路过篮球场，校队队长卡尔见到他，眼眸微凝。卡尔想到报复机会，夺球全力向宋病砸去，篮球呼啸而来，力道极大。宋病单手捏住飞来的篮球。嗨，宋病，来一场，投中1个，初期或许可以答应跟你约会了。无聊至极。他手指稍用力，篮球应声破裂，全场瞬间安静，只留宋病孤独离去的背影。宋病随华斯国教授和晴川那儿来到唐街义诊。唐街是安国人聚居区，华斯国每月都来免费为同胞义诊，深受敬重。坤哥，我腰部以下被砸瘫痪了，把工钱还给我吧。你特么都成废人了，还要什么工钱？再不撒手，老子杀了你！都是同胞，怎么能这么残忍？滚你丫的，小子，别多管闲事，否则让你躺着出这条街。放手吧，不然他会打死你的。成功吸收下身瘫痪，功德加1。宋病搭住马坤的肩膀，他目光骤寒，看向马坤。成功送出下身瘫痪，功德减1。马坤被宋病冰冷的眼神吓得打了个冷战，愤然离去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张华。以后擦亮眼睛做人。张华向着远方爬去，眼中没了眷恋。
宋病、华思国和秦川那儿回到停车处，正要上车，巷子里突然爬出鼻青脸肿、衣裳破烂的马坤，凄惨求救：“救命啊！华教授，快救我！我的腿没知觉了。”华思国下意识上前救治：“老师，这种恶人不值得同情。”就是，不要走啊！我们是同胞啊！汽车启动，尾气喷向马坤，他气急败坏的咒骂。三人回到华思国温馨的家。这是我老伴儿王芳华。师娘好。饭后，宋病看出王芳华身患脑癌末期。老师，师娘的身体是脑癌末期。当年在安国，我工资微薄，根本付不起他的药钱，才无奈来到立国教书。为了给我续命，你的老师甘愿背负骂名。老头子，我死后你也该回去了。华思国搀扶王芳华去休息，出来时手中多了2本书。这是我华家祖传的中医知识，能领悟多少，看你们的造化了。太贵重了。另外，我有个不情之请，他走之后，我会随他而去。希望你回国时能带上我们的骨灰，让我们落叶归根。好。成功吸收脑瘤末期，功德加1。宋病与秦川那儿刚到楼下，秦川朱俊立刻从车里跑出：“师傅，我是来接您的，顺便看看女儿。”父亲，您拜的师傅是宋病，还不快叫师公？宋病嘴角微抽，打断对话：“好了，我们回去吧。今晚让奈儿一起去吧，明天肯定有很多富豪慕名而来，我们父女俩一起辅助你。”晚上，宋病请秦川父女吃日料。宋病，你有这么厉害的医术，为什么还要去上学？自然是要文凭证件了，这是入场券。我师傅的祖传中医术不是一般人能看懂的，你以后与他是同学，多多深入交流。师公，请多多指教。他正想着该去给坎蒂摸摸了，窗外突然砸来无数10块砖头。里面的小子，给老子滚出来！再不出来，老子烧死你们！你们待着别出来。师傅，不要冲动，这群人是黑人区黑夫帮的人，野蛮暴力，我已经报警了。就是这个混蛋，杀了他。小子，他们2个是你打的吗？算是吧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一起办吧，10人一桌，刚刚好。宋病戴好口罩，平静走向10几名黑夫帮成员。装神弄鬼，这家伙是被吓傻了吗？一名2米高的黑大汉走出，面露残笑：“嘿，过来做我的小黄狗吧！大壮，赶紧解决，别等冒死叔叔来了。让我为你做一场手术吧。”宋病身起风，10秒内将黑大汉4肢拧成麻花，击飞。黑大汉如滚球般达到，揶揄帮众有色大便，乱作一团。法克，给我去死！手枪瞬间消失，伤口抵住奈德自己脑袋。该你了，法治社会，你不能杀我！灯光熄灭，黑暗中回荡起他绝望的惨叫。短短几分钟，所有来犯者尽数治疗完毕。大量武警、坦克、直升机全副武装赶到，封锁整条街。上保护宋神医，凡是黑夫帮的人一律击毙。刺眼灯光照亮街，士兵们看到满地惨状，如见鬼魅。只见一个个黑夫帮成员扭成麻花，几乎全部残废，只剩最后一口气。约翰带人冲入医馆，宋病刚好洗完手出来。宋先生，您没事真是太好了，你们来的刚刚好。这时，身穿上校军装的杰罗姆走进来。宋神医，我是坎蒂的哥哥杰罗姆，此次负责护送您去给他看病。等我拿点东西。宋病上楼换了一套崭新白大褂下来。族俊，把医馆收拾一下，我出门就诊了。好的，师傅。秦川那儿想说什么，却被父亲捂住了嘴。嘘，师傅是清白的，他们是受害者。议事厅内，各领域顶尖西医专家吵得不可开交。让一个安国来的毛头小子加入我们，还1年1亿，太荒谬了。中医不过是愚昧的骗术，这是官方的要求，我会亲自检验。若他名不副实，有权降低年薪。白人青年奥利站起来。会长，我申请跟你一起去邀请宋病。作为协会最年轻有为的成员，奥利对宋病一样待遇心生嫉妒。露西因吃不饱而烦躁，卡尔面露羞愧。那宋病能治好我，家族给了我2亿礼金当赈济。治一次病要这么多钱？事实就是如此。那家伙是我爸爸雇的私人医生，就是我家的，命令他给你和你爷爷治病，怎么了？要真是这样，那就太好了。明天就去找他。宋病跟随杰罗姆登上小岛，远方树下，坎蒂美得不可方物，他手中却拿着一本10宗罪。见到宋病，坎蒂笑靥如花，跑来迎接。宋神医，你终于来了，我们现在治疗吗？克，先看看你的恢复情况。坎蒂伸出双手，宋病随便选了一只摸。过程中，坎蒂竟小心翼翼抚摸宋病，似想吸收他的温暖。这是在勾引我，应该是孤独太久，需要温暖。一旁的杰罗姆震惊于妹妹竟让人触碰。恢复得很好，我们进行下一个疗程吧。坎蒂乖巧地躺到床上，摊开4肢。宋神医，今天你想摸哪里？坎蒂公主，这是一种祖传的中医治疗手法，不是摸，都一样。这次你能摸久一点吗？我喜欢这种感觉。那今晚就治疗双手吧，我尽量久一点。宋病便认真摸了起来。坎蒂闭眼享受这份贪念已久的温柔。这是我祖传的精油，能滋润你的身体，让你恢复更快。好奇妙的感觉，可以多抹点吗？
不行，精油很难提炼，抹多了你身体吃不消。你可以再多治疗一会的，我能受得了。你受得了，我受不了啊！来吃点药吧，这是我祖传的宝药，炼制一颗要9981天，用上千种安徽药材，还剩一颗，下次治完再给你。又是下次。坎地公主，我先走了，3天后再来。宋病，你是我的了。像黑夫帮这样的黑帮在恩施多吗？有很多，但有官方在，他们只敢暗地里跳跳。宋先生，请放心，您是立国贵宾，绝不会再让这种事发生。我信的只有自己。总统都能被暗杀，更别提他。为免麻烦，他决定将黑夫帮扼杀在摇篮中。法克尤为了个该死的黄种人，废我10几个兄弟。这是麦克将军的命令，你好自为之吧。既然 FBL 要逼我们，那就让黑色浪潮席卷恩市，先抓住那个叫宋斌的安国人，让他血债血偿。这时，手下禀报西门的女王来了。节来得正好，那就从唐街的西门开始清理。奥托，钱我带来了，我的那些女人可以放了吧？本来可以，但今晚你将成为我黑夫帮开出的第一枪。这注定是一场不公平的战。很快，西里身边的4名男子被残忍杀害，他独自杀出酒吧，却被奥托一脚踢飞，和血倒地。黑色万岁！黑色万岁！去通知你们老大，就说有个叫宋病的医生来给他治病了。你是不是常咳嗽、鼻塞、体虚冒汗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是医生嘛。来，我给你治治。冰成功吸收感冒发烧，功德加1；冰成功送出易发性心脏病，功德减1。老大，有个叫宋病的医生，说来给你治病。他在哪？带我去。不用了，我来了。我的那些兄弟就是被你害进监狱的。不，他们很快就要下地狱了。我来这里只是想送你们去团聚。下一秒，奥托匍匐的身形高高突出，鲜血洒满酒吧。冰成功吸收艾滋，功德加1；冰成功吸收重度毒瘾，功德加1；冰成功吸收失心疯，功德加1。当前功德累计999。我是西门的门主，你杀了奥托，黑夫帮其他成员还会找你麻烦。我可以以西门的名义替你担下这份罪，处理所有后续麻烦，只要你留我一命。张嘴！西里娇躯颤抖，但高傲的灵魂生不起半分反抗，乖乖张开嘴。冰成功送出胃癌，功德减1。这是一颗毒药，会让你胃穿肠了而亡。1个月内带着你的承诺来宋殡医馆找我解毒。记住，你的命是我给的，我最讨厌恩将仇报的人。宋病离开后，数百名西门的人冲入酒吧，只见遍地惨死的大黑。女王为什么要背叛我？我错了。拖下去，按门规处以极刑。哈哈，西里，你就是个变态。奥托才是我的主人，跟你3年，还没他1日快活。内黑的贱人，该死！先回去，准备清扫黑夫帮的其他余孽。师傅，要不您跟我回樱花国吧，黑夫帮一定不会放过您的。放心吧，有麦克将军的保护，我们会很安全的。这2天就不开店了，有人来就说我在休息。宋病，你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？有事。也没什么事，就是想让你治个病，先给我男朋友治，还有我的这些朋友，你赶紧治好他们。麻烦你了，宋医生。滚！你也滚！ No， 凭什么给他钱？他就是我爸爸雇来的私人医生。宋病，我现在命令你立刻治疗，否则我就让我爸爸解雇你。你确定让你爸来找我？你没资格跟我说话。我知道你这样做是因为我拒绝了你的追求。你们亚裔男人真是心眼小。现在你们可以滚了，别让我用另一种方式请你们出去。哦，自卑的家伙，我们这么多人，请问你想怎么请我们出去？冰成功送出神经病，功德减1；冰成功送出肥胖症，功德减1。滚！这是最后一次机会，以后别来烦我。你再敢屹立半句，信不信我再让你体验一次非一般的感觉？宋先生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没事，就几个乞丐来要饭，我随便送了他们点东西，打发走了。今天是老师的课，快迟到了。宋病，你会武术？不，我只是比较强大而已。有多强？应该像奥特曼那么强吧。刚刚那些人都是立国的富家子弟，那个露西还是校花，爱慕者很多，你得小心点。不怕，应该很快就是笑话了。我来立国只是当个好医生，息病赚钱扬名。如果真有不长眼的贵族想惹我，我不介意当兽医，给他们送病。卡尔等倪青连躺在病床上，露西是唯一没受伤的，被众人质问。露西，你不是说他是你们家雇的私人医生吗？怎么会弄成这样？是啊，我的手脚都骨折了，就你没事，这太不公平了。够了，我会给你们一个交代的。我已经打电话给我爸爸了，他马上就会赶来，到时候我会让那个该死的家伙给你们下跪认错。众人这才停止抱怨。卡尔目光怨毒，已对宋病产生杀意。赫伯特急匆匆赶来，身后跟着保镖。哦，女儿，你没事吧？爹爹，是宋病，我带卡尔他们去找他看病，结果那家伙非但不看，还把我们都打了出来。你们私自去找宋先生了？是的，这次我不仅要他治好他们，还要他跪下道歉，否则你就解雇他。赫伯特抬手给了他一记响亮耳光。混账！谁让你私自去打扰宋先生的？我再重申一遍，宋先生从来不是我家的私人医生，他是我在安国苦求数月，花钱请来的。他是我的朋友，更是我史蒂夫家族的恩人。宋神医一天只医治20
世人，连高管富豪都得大清早排队领号，不惜花费上亿诊金。你们算什么东西，也敢让他免费治疗？走，跟我去向宋先生道歉。这件事要是处理不好，我会停掉你所有的卡。No， 让我去给那家伙道歉，我做不到。你们最好祈祷宋先生没事，否则我不介意让你们付出该有的代价。宋并与晴川奈尔刚到校门口，看到无数学生簇拥着天才西医奥利，场面如追星。那是奥利斯桥大学最有天赋的外科天才，刚毕业就被立国最好医院以年薪8000万签下，成了最年轻的医协会成员。宋并两人来到华思国办公室，见到一位西装老人。这是我2个学生晴川、奈尔与宋并，这位是我的挚友林嘉兴，安国有名的国医。老华，你眼光真不错，今天的课不上了。听说西医那边要展开一场对植物人的手术实验，我们一起去观摩学习。老师，先去吧，我需要去处理点事，随后就来。您就是宋并先生吧？我们受官方要求邀请你加入医协，不过在此之前，你需要先展现医术，如果达标，合同1年1亿利金。那不用了，我对加入什么协会不感兴趣，告辞。宋并，这次评估是让你用中医与我们西医比一场，治疗一对双胞胎植物人，这是将载入史册的手术实验，各国顶尖专家都会到场见证，更会在医学界直播。如果你赢了，不但能扬名，当然如果你只是浪得虚名，可以现在就走。所以这场声势浩大的手术实验是专门为我准备的。如果你真的有本事，就接受我的挑战，我将让你亲眼见证什么才是真正的医术。好，我接受了。实验楼内座无虚席，四周坐满了医学界专家教授。宋并找到坐得靠后的华思国3人。你看西医多么受重视，何时我们中医也能这样？奥利等人入场，全场安静。他自信的行礼，感谢各位来见证这场医学手术。不过在手术开始前，我们将有请一位来自安国的中医向我们先展示他的医术。全场哗然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宋并身上。老师，您的银针可以借我一下吗？华思国愣住，但还是把银针给了他。宋神医，请吧。宋并走上手术台，摊开银针。各位，献丑了。他扫了眼双胞胎的身体结构，直接闭上眼睛开始施针，手法玄妙，有了特定规律。华思国与林嘉欣震惊地站了起来，他们认出这是华家祖传治疗瘫痪的针法，而奥利则认为这只是银针刺激的膝跳反应。因成功吸收无反应觉醒综合征，功德加1。最后一针落下，宋并睁开眼收拾银针，双胞胎依旧没有任何反应。宋神医，你这是要放弃了？现场嘈杂起来，专家们纷纷对宋并指指点点。记住，我的名字叫宋并，宋并的并，以后有病都可以来找我。说完，宋并潇洒离去。就在众人议论之际，手术台上的连体双胞胎突然苏醒，两人一起疯狂大喊：杀了我！杀了我！杀了我！全场瞬间安静，几名医生上前安抚，确认他们一切体征正常。奥利待在原地，嘴角的笑容来不及放下。上一秒他还准备捧着宋并登顶，下一秒就被狠狠打脸。不可能，他怎么做到的？一定有问题。他连忙上前亲自检查，不甘心的呐喊：快去找类似的植物人来，我要亲自手术。但此刻所有人的目光早已从这位天才西医身上移开，不约而同望向宋并离去的出口。克里斯带着一群人追上宋并。宋神医，请稍等，您刚刚展现的中医真的太神奇了，立国很需要您这样的神医，现在您完全有资格加入我们协会了。后方无数专家院长也围了上来，开出各种优惠待遇。宋先生，我们代表国家邀请您去做国医，会给您国家级待遇。小宋，你听我说，你是安国人，你应该跟我回安国。宋并笑着婉拒了众人。抱歉，我只喜欢自由身，不会加入什么医院协会。但各位要是需要治病，都可以来找我，只要钱到位，包治百病。林嘉欣拉着华思国，大受震撼。老华，你竟然收了这样一位了不得的学生，他是哪个国家的人？这样的人才，不管花费多大代价，一定要争取带回安国。安国！林嘉欣立刻催促华思国出发。老华，快带我去找这小子，这样的人才必须带回国内，国内需要他。宋并治愈植物人的视频在医学界流传，引发轰动。宋神医，以你现在的成就，在立国也没什么可学的了。安国有成千上万的绝症患者，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回去挽救。抱歉，林老，我现在还不能回去。为什么？难道你是看上了立国的优厚条件？并不是什么条件，而是我现在只想搞钱，只想变得更好。人总得先自爱，不然连自己都救不了，谈何救助别人？林嘉欣被问住，华思国起身向宋并道别。宋并，我很荣幸能当你这段时间的老师，我要回安国了。落叶总要归根，我相信时机成熟后，你也会回去的。我期待那一天的到来。次日，赫伯特登门道歉。宋并先生，我那愚蠢的女儿伤害了你，我真不知道要怎么跟你表达歉意。没事，我已经原谅她了。为了表达歉意，我已经订好酒宴，请您一定要赏脸。改天吧，今天是我去给坎碧公主治病的日子。宋并被军车护送到岛屿，坎贝尔家族与王室的重要人物已在等候，包括总统摩西米。宋神医，很荣幸与你见面。听说这次是最后一次疗程，
治疗之后，坎蒂公主真的就能痊愈了吗？当然，待我这次治疗后，坎蒂公主就能如正常人一样了。宋病，你来了。众人和宋病都懵了，坎蒂赶紧松开，装作渐变礼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开始治疗吧。摩西姆等人看着坎蒂对宋病的亲昵，心中泛起担忧。120岁的戴森躺在病床上，身旁是儿子肯尼和孙子卡尔。爷爷，对不起，我亲自去请过那宋病了，可他就是不来，哪怕知道您的身份，也是一副不屑，嫌弃诊金太少。不过是个安国来的医生，真把自己当回事了。父亲，要不直接派人暗中把他绑来算了？不行，由你再去请，先给他10亿真金，并告诉他，只要他能来治好我，想要多少钱都可以。肯尼与卡尔脸色皆变，没想到戴森竟要如此讨好宋病。卡尔找到露西，告诉他宋病的价值。他只是个医生，凭什么能挣这么多钱？不行，是我爸爸给了这个混蛋一切，他该死。其实比杀了他，还有另一种更好的办法折磨他。什么办法？快说。他不是喜欢你吗？那你就成全他，故意接受他，继而掌控他，到时候他挣的那些钱就都是我们的了。好，既然他这么喜欢我，那我就成全他。我要榨干他的一切，把这个该死的家伙变成我的一条狗。露西忽然有些饿，先去给我买点吃的来吧，多买点，不然不够吃。卡尔听话的退去，想着接下来的计划。坎蒂迫不及待的躺好。坎蒂公主，接下来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治疗需要，你不必惊讶紧张。宋病开始第3轮治疗，从脸摸起。来吧。宋病苦苦坚持了4、5个小时，身体终于迎来极限，鼻血流出，险些瘫软。丁成功3级吸收基因疾病，功德加1000，恭喜宿主完成第2轮功德圆满。丁，宋病系统升级至3.0级，恭喜宿主的病原体质获得综合提升，达到超人20倍体质，觉醒专属宋病技能禁忌异瞳。宋病的双眸变成妖异的意思。他触发禁忌异瞳，气质顿时变得妖异可怕。他连忙闭眼再睁眼，将异瞳引下。也就是说，以后要送病就不需要再利用鬼手去摸，直接一眼就能让对方归西。这么快就治好了吗？要不要再复查复查？不用了，相信我，你已经好了，走吧。摩西姆等人焦急等待，见到宋病与坎蒂出来，立刻围上来。宋神医怎么样？治好了吗？不负众望，坎蒂公主现在已经与普通人一样了。众人想上前拥抱坎蒂，她却黛眉微皱，躲到宋病身后。我现在还有点不舒服。摩西姆等人僵在原地，宋病也觉得这女人心里有点不正常。这是正常反应，应该休息几天就好了。次日，摩西姆与范文西找到坎蒂。小坎蒂，我这次来是想向你请教一些政治问题的。还有我。之前你出的那些商业模式，已经让家族大赚了一笔。坎蒂低头拿出手机，将2份文件分别发给2人。作为交换，我需要宋病所有的信息。你要宋神医的信息干什么？当然是去感谢他了，或者去找他复查。还有，不准你们谁欺负他，不然我会生气的。麦克与玛丽什送宋病离开。宋神医，这是你应得的100亿真金，另外我们还送你一座庄园，方圆3000亩的土地都是你的。替我谢过你们的总统与范文西先生。此外，我们想真挚地邀请您加入立国国籍。是哪国人就是哪国人，我就是一个安国人。我叫马丽神，是斯乔国际大学的校长。您展现的惊人医术令我叹服，我仅代表斯乔大学邀请您成为我们的教授，这样既能让您医术闻名世界，也能更好地造福人类。好，我接受了。晴川竹俊拿着名片上楼。师傅，霍德华家族的家主肯尼亲自来找您了，想邀请你去看病。宋病看都没看就把名片丢了。等他下次来再说吧。准备一下，明天开始营业，不再限制名额，但治病时间一律在早上7点到中午1点。治疗高峰期，一名被治好的白人男子突然倒地抽搐，我不能呼吸了，救救我！人群中有不少人在偷偷拍照录像。宋病3人出来，晴川竹俊上前抢救。宋病眼眸微眯，立马掏出电话：这是诬陷，你们派人来把这个人给我带走。你这个魔鬼，你根本没治好我，你想杀了我，你就是个庸医。实在抱歉，先生，我们再为您检查一下，诊金也可以给您免了。这件事没完，我会去做病情鉴定，你们完了。是吗？如你所愿吧。成功送出脑膜炎，功德减1。警察到来，将白人男子带走。宋病接通了肯尼的电话。宋神医，你终于接电话了。如果你不想这件丑事被曝光，还是乖乖跟我走一趟吧。你有3天考虑时间。不用了，我今晚就来，地址发给我。宋病坐上肯尼的加长豪车。宋神医，来喝一杯，祝你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。不客气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呵呵，你要早点这么识时务就好了。这次请你去是为了给我父亲治病，不过我要你用一种很自然的方式把他治死。哦，为什么？只要你能神不知鬼不觉的把那老家伙治死，我就给你1亿利金作为报酬。
并且日后你还能和我们家族成为朋友。这确实是个难以拒绝的诱惑。恭喜你选择了一位优秀的医生。众人进入医疗房，戴森躺在病床上。只要你能救活我的命，我给你一半我的私人财产。此话令肯尼等人脸色微变。宋神医，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。放心吧，你一定会很惊喜的。宋并对戴森展开救治，很快戴森安详闭眼，心电图归于直线。好了，如你所愿。你这个庸医杀了我的父亲，我要让你偿命。房门被撞破，一群人持枪冲进来，憨憨的卡尔也照猫画虎拿起枪。宋神医，我霍德华家族好心花费重金请你来医治我的父亲，你却趁机要了他的命。今日你不给个交代，休想离开。此时卡尔突然大喊：我是钢铁侠，我是正义的化身。钢铁侠，他灭霸，他要毁了宇宙，快阻止他！卡尔持枪指向肯尼，我是这个世界的救世主。卡尔果断扣动扳机，击毙了肯尼一脸不可思议，他设计杀了自己的老子，转眼就被自己的儿子杀了。宋并双眸中的异光在一点点燃放，邪恶永远是战胜不了正义的。数名保镖手持枪棍压迫而来，宋并双瞳化作异色，泛起诡异光辉，气质变得妖异邪魅。并成功送出重度毒瘾，功德减1。所有与宋并一同对视的人瞬间倒地抽搐，发出惨烈叫声。好难受，给我药，给我药！在重度毒瘾发作下，他们精神错乱，呼吸急促，恶心呕吐，连枪都拿不稳。宋并收起竞技一瞳，只感觉眼睛胀痛，大脑晕晕。这个技能太屌了，就是功德花的太快了。超人，你竟然使用出了镭射眼，你简直就是我的偶像。侥幸而已，跟你杀死灭霸比起来不值一提。过奖了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钢铁侠，现在这里已经摆平了，灭霸已死，但他的儿子卡尔却还在为祸人间，需要你的帮助。什么？竟然还有个小孽障，我一定要宰了他，还世界和平。宋并删了下令杀自己的男子一巴掌，暂且收走他的毒瘾。你有1分钟的解释时间，现在开始计时。饶命，宋大师饶命！是肯尼，是他让我们设计陷害你，胁迫你杀死这个老不死的，然后继承家产，再以此控制你。这都是他的计谋，与我无关。解释的不错，有赏。宋并又给了他一巴掌，将毒瘾再次送出。你在装死，我真要让你死了！戴森老躯一颤，连忙利索爬起跪下。感谢宋神医的救命大恩。刚刚的你都听到了吧？是，谢谢宋神医，让我看清了这一切。谢就不必了。知道我留你一命的原因吗？我愿意把霍德华家族的所有财产都给您，并甘心做您的仆人。很好，顺便提醒一下，你身上所有的病虽然被我治好了，但你年龄已经很大了，要想活命，每个月都来找我续命一次。宋并开豪车回到医馆，见到几辆黑色车辆和黑衣人。晚上不营业，要看病，明天再来吧。等等，我们的女王找你。宋先生，对不起，是我管教无方，请您不要怪罪。这是根除黑夫帮的所有信息以及收获的财富，请您过目。宋并藩看后点头，进来吧。躺下去，我给你解毒。西里闭目，一颗药丸被放入嘴中，这是解药，仅此一枚，吐出来就没有了。宋并的手放在他小腹处，开始吸收。成功吸收胃癌，功德加1；成功吸收基因性百合病，功德加1。西里忍不住发出一声销魂呻吟，基因深处的欲望被取代。起来吧，你已经好了，你可以走了。从今以后，我们互不相欠。宋先生，我想邀请你加入我们西门。理由？你来立国也是为了发展，我们的目的一样，你在明，我们在暗。你若加入西门，帮我们稳定壮大，我们则能在暗中替你做很多事。你作为西门门主，却邀请一个实力比你强的人加入，单凭这个理由够吗？立国个黑帮每年靠打生死非权重新划分地盘，我们西门多是亚裔，体型不如人，每年只能捡剩下的。如今铲除黑夫帮后，更会被本地帮派容不下，所以我才想请你加入。只要你愿意帮助西门壮大，我甘愿让出西门门主之位给你。像你这样有野心的女人，要是突然后背给我一刀怎么办？我可以做你的女人，这样你就不会有任何顾忌了。西里闭眸，主动吻上宋并，宋并内心波涛汹涌，但并未拒绝。并成功送出癌症，功德减1。宋并给对方送了个短期内不影响身体却足以致死的绝症，以此作为限制。以后帮派有事就打这个电话给我。另外，等你好后，可以去霍德华家族找戴森，西门可以借他的力量发展。霍德华家族的资产都是我的。好。宋并搀扶西里出门，荣轩等人见西里俏脸苍白，脸色微变。女王，你怎么？没事，做了个小手术而已。对于两人而言，今天的一切只是一场符合双方利益的交易。安国医学会议正在举行，安大帅的情况已经不容乐观，谁要是给出治疗方案，我就破格提拔他为副会长。可笑，
再等1个月，安大帅已经走了。林国一，你这是在诅咒安大帅吗？现在是谁在全力负责安大帅的病情？安大帅病危，自己没本事，有没有试图把这个机会给有本事的人？说了这么多，你有办法治好安大帅？我没有，但有一位天才神医，他一定有。天才神医在哪？有你这样的草包在，他如何能坐在这里？林嘉欣将一份关于宋病的罪证资料投放到屏幕上，照片是宋病在安都大学时青涩的样子。他叫宋病，原本是安都大学的学生，我们安国的天才，却因为好心治病救人，反被那些救助的人告上法庭，最后因为行医资格被判处终身禁医。可笑，一个兽医专业的毛头小子，毫无资历，却去给人无证行医，这不是犯罪是什么？林嘉欣切换到宋病在立国斯乔大学治好双胞胎植物人的视频，这段视频早已轰动一时，现场众人并不陌生，感慨这样的天才为何不生在安？一刹那间，众人纷纷反应过来，身躯一颤，如遭雷击。诸位不用猜了，宋病就是现在在医学界传得沸沸扬扬的宋神医。此话一出，全场轰动，会长吕涛也站了起来，死死盯着画面中的宋病。草包，现在再说说他够不够资格？草包，你回答我啊！刚刚不是还很义正言辞，还是说在你眼中宋神医都不如你？林嘉欣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还敢反驳？看来你不是医术天下无敌，是你这张碧莲天下无敌了。好了，林国一，给我们讲讲宋神医的事吧。这样的天才本该在我国发光发热，却被有心之人陷害，空有绝世医术，却被逼去当兽医，多么荒谬！如果宋神医都没资格行医，那我们还有谁有？如果连这样的天才神医都只配去当兽医，那在场的所有人，包括我，就只配去当马户养马了。林国一，宋病终究是个犯过错误的人，且资历尚浅，现在更是定居立国，为立国人服务。这样的人如何有资格给安大帅治病？有没有资格可不是你赵院长说了算，而是官方说了算。此事我已经上报官方，安大帅亲自批准，让我带队去立国迎回宋病。你们有谁不服吗？对了，安大帅让我转告你们中的某些人，待他恢复后，第一件事就是向官方申请，好好整治当今医疗的某些不良风气，希望诸位好自为之。怎么办？若是那宋病回来，我们的集团会不会受到影响？那还用说，那家伙在立国已经让许多高端专家教授无病可医了。这不是重点，难道你们没听到林嘉欣说官方要出手了吗？这才是我们当前更应该关心的。那怎么办？最好的办法就是等那宋病回来，将他拉入我们集团。他要是不愿意怎么办？不愿意，那就只有让他无声无息的死去了。小公主，抱歉，我来晚了。哪里的话，只是又要麻烦林老您跑一趟了。他调查了宋病的案情，知道他是冤枉的，他要亲自去请回宋病，为自己的过错买单。都到了，便出发吧。要不我跟叶副官去就好了，你就别跑了。那家伙不就是个医生，岂能配得上你亲自去请？这次带你去是为了你那晚的过错，向宋病道歉。别忘了，你代表的是安家。那晚他要是诚心向我展示医术，我自然会还他公道。可他却一副傲慢离去，这是他自找的。够了，你要不愿意去道歉，可以现在走。去，我自然去。一早上忙完，由于斯乔大学校长玛丽10多次邀请，宋病决定去开一节课。他若再拒绝，保不准会被软禁。利用教授职务敷衍，省去麻烦，也是不错的选择。预约人数爆满，学校无奈更换了全校最大的教室，依旧抢不到座位。露西，打听到宋病的信息了，他今天在中医教学区101讲课。讲课？他医术很了不得，已造成医学界轰动，现在被斯乔大学破格提拔成了最高荣誉教授。走，去他的课堂，我一定要得到他。当见到妖艳少女的那一刻，时间仿佛静止，所有人的目光皆定格在这具宛若天使的倩影身上。宋病抵达教室时，教室内外人满为患，连门窗都被围观者占据。同学，麻烦让让。让你算老几？我们好不容易才抢到的位置。小帅哥，给点钱，可以让你夹在我们中间听课。我是老师，你们不让我进去，这可就没法上了。两女嗤笑不信，恰巧一位医学老师认出宋病，怒斥他们：你们把宋教授堵在外面，他不进去，你们听个屁的课！两女震惊，连忙让路，但仍因身台丰满，挤得宋病难以前行。宋病走上讲台，全场安静，众人惊叹其年轻俊逸，女生们纷纷心动。宋病环顾教室，意外发现后排的露西。露西见他注视自己，热情挥手微笑。这女人抽什么风？露西自以为宋病害羞，掩嘴娇笑，呵呵，
还害羞上了。亚裔男人真是腼腆，还要人家主动。宋并迅速移开目光。此时，教室前排3个最佳座位空着，只差1步。门外，一名神秘少女走入，她气质出众，瞬间吸引全场注意。少女看向宋并，送她一笑。宋并认出是坎蒂，面露怪异。铃声响起，众人聚焦宋并。坎蒂坐第1排中央，眼神满是崇拜。感谢大家选我的课，医学需从基础学起。今天先讲中西医基本理论。他结合中医学位与西医解剖，讲解深入，水准极高。坎蒂听得专注入迷，但其他师生却显无奈。这些基础知识谁不懂？我们要学的是治癌症、艾滋的绝技，别浪费时间。奥利曾被宋并踩上位，心怀怨恨。若基础不牢，讲了你们也听不懂。你就是藏私，不愿教。众专家附和，催促展示真本事。好，那我演示施针所需的手速，需要一位助手。奥利立即上台，你用书挡，我以戒尺代针。起初奥利轻松格挡，随后宋并手速骤增，戒尺化作残印。奥利完全无法招架，连连后退，身上淤青。全场震惊，无人能看清动作。坎蒂眼中闪亮，好快！这就是最慢标准，达到此速，方可学我针法。现场陷入死寂。宋教授，还是从基础教起吧。此后无人打断，众人认真听讲。课程结束，坎蒂欲上前，却被一群女生抢先围住宋并。宋教授，有些姿势不懂，今晚能深入探讨吗？我胸口痛，能帮我看看吗？露西拨开人群，自信表白。宋并，我知道你喜欢我，我们交往吧。众人沉默，坎蒂眉头微蹙，神情不悦。下课后，女生们争相围住宋并。露西突然冲出，自信宣言：宋并，我愿意当你女朋友，我们在一起吧。众人错愕，目光在她微胖身形与校花名号间来回打量。勇气可嘉，也别乱插队。你们白费力气了。宋并喜欢的人是我 ，Lucy Baby。现场一片哗然，有人认出她五官神似斯乔大学知名校花露西 Baby， 但难以接受其肥胖形象。一名爱慕者怒不可遏，冲上扇她耳光。不准你侮辱我的 Baby！ 人群骚动，纷纷指责他冒充校花。露西好友早已溜走，露西气急，转向宋并，闭眼撅嘴。宋并，你现在过来吻我。这位女士，你该减肥了。宋并，你今天要是跨出这栋楼，我们一辈子都不可能。自此，校园流传冒充露西 baby 的小胖妹，而真正的露西 baby 下落不明。宋并来到露天停车场，正欲上车，坎蒂从身后出现，用标准中文打招呼：宋并，好久不见。坎蒂公主，有什么事吗？宋老师，人体学我不懂，能私下补补吗？此时，露西驾车赶到，目睹二人亲密举动，嫉妒与愤怒交织。狗男女，给我去死吧！他猛踩油门，豪车直冲二人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宋并一把拉过坎蒂，侧身扑倒，躲过撞击。保镖们脸色苍白冲来。坎蒂公主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抓住他，我要活的。你没事是不是可以起来了？我的脚好像扭伤了。宋并帮他脱鞋检查，发现一只脚踝却有擦伤，便为其治疗。为什么要缠着我？因为我喜欢你啊。宋并怀疑他有隐疾，暗中询问系统。当某种疾病等级高于系统2级以上，将无法探知。那我能吸收吗？强弩灰飞烟灭，请三思。宋并顿时寒意上涌，再看坎蒂的眼神只剩警惕。如果上一秒他还对眼前这位贪念自己的尤物有一丝坏意，那是因为他是正常的男人。但现在这股无情的念头被抹杀了，因为眼前的女人极有可能身怀系统都无法探知的高等级疾病。你怎么了？是我不够漂亮吗？你很漂亮，只是我们现在不合适。宋并刚驾车离开学校，便接到晴川竹俊的电话。师傅，你在安国的朋友来了，对方叫安若依。露西在冰冷铁护室中醒来，手脚被缚。她回忆起被黑衣人截肢的部分，惊恐挣扎。我是史蒂夫家族的人，你们敢抓我，我爸爸不会放过你们。房门打开。坎蒂身着白衣服走入，身后2名护士冷然跟随。就算你爸来了，在坎蒂公主面前也得跪下。把他抬上去吧。露西被强行绑上手术台，坎蒂戴上手套，拿起手术刀，舔唇浅笑。不要杀我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放心，我不会杀你，但你敢开车撞他，这让我很不开心。手术刀划过脸颊，惨叫声充斥房间。坎蒂手指红烛，血染面颊，却更显妖艳。2名护士目睹此景，遍体生寒。赫伯特被带至城堡，得知女儿竟企图谋杀坎蒂公主，当场瘫痪。史蒂夫家族虽为第3贵族，但在掌控立国政商的第1家族坎贝尔与王室面前不堪一击。坎蒂公主使我管教无方，我愿自裁，只求饶恕史蒂夫家族。谋杀公主，你们还有活路。坎蒂赤足走下楼梯，换上洁白长裙，神情恬静。放了他们吧。赫伯特与军官皆震惊。要谢就谢你把宋神医带到立国，这份功劳救了你们，别再打扰他，尤其是这个女人。是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夜晚，宋并回到宋并医馆，安若依、叶天、王潇潇及安轩已在2楼等候。这家伙真会享受，可以当3姓家奴了。安轩，注意你的身份。宋并恰巧进门，听清此言，神色平静。
宋神医久仰，冒昧来访，是想请您赴安国治病。陷害你的人已落网，我们真诚邀请你回国，安国需要你。我为当初眼拙道歉，但别不识抬举，公主都亲自来了。你有病！你诅咒我！我是个兽医，说你有病你就有病。他得了什么病？仗势欺人，心高气傲，无药可治的瘫痪。安轩暴怒挥拳，拳头距宋病鼻尖寸许时，突然浑身瘫软，瘫软倒地。我怎么动不了了？宋神医，请救救他！宋病假一把脉，随即起身。没救了，这辈子就这样了。快送我去大医院！快去吧，一山还比一山高，晚了怕是要死翘翘。叶天不敢耽搁，扛起安轩匆匆离去。安若依与王潇潇面面相觑，眼中满是惊疑。安轩被叶天带走后，安若依欲向宋病道歉，却不知从何说起。若依公主，你生在光亮里，以为世界皆美好，而我生在黑暗，尝尽冷暖。如今只想为自己过好日子，无心谈奉献。安若依怔住，话语哽在喉间。王潇潇轻握其手，以示安抚。宋神医，我们尊重你的选择，但有位老英雄一生对抗资本毒虫，不该就此逝去。他若倒下，恶势力将更猖獗。带他来这里，只要是人，我就是仁医，什么病都能治。说完，转身离去。安若依望着其背影，深深鞠躬。立国顶级医院 VIP 病房内，安轩瘫痪在床。西医专家皆摇头放弃。医生，治好我100倍酬金都行。一名白人西医见其亚裔身份，假意犹豫后开口：“给我100万利金，指你一条明路。时代广场宋病医馆的宋神医，他若治不好，你就真没希望了。”安轩大喜，命叶天转账，得知答案竟是宋病，笑容瞬间僵住。他每日仅看诊5小时，需抢号，诊金昂贵，带足1亿，脾气古怪，首富高官都得放低姿态。安轩内心翻涌惊骇、恐惧与羞耻。叶天玉震惊于宋病在立国的超然地位。林嘉欣赶到，直言：当今医术第一人是宋神医，你该求的是他。恰逢安若依等人返回，安轩急问结果，不能放弃，必须请他回国，人才不能流失。众人沉默，眼神怪异。回去吧，现在的他不会回去。那先让他治好我，我亲自道歉。你觉得现在带你去，他会给你治吗？安国军医病房，满身枪伤刀疤的安大帅刚结束痛苦治疗。大帅，是我无能，宋神医拒绝回国。准备一下，我亲自去。您的身体经不起长途跋涉，一把老骨头，死就死了，但要让这样的人知道官方的态度。立国庄园，范文熙正浇灌型如食人花的诡异蜘蛛。父亲，坎蒂放过史蒂夫家族，我怀疑他爱上宋病了。他的基因不该被亚裔玷污。坎蒂是家族瑰宝，没人能夺走，但他贪恋宋病，这便是软肋。他谋划数十年，如今终于找到掌控坎蒂的钥匙。宋病先派人试探宋病虚实，若确有所需，再请组织出手，切忌秘密行事，绝不能让坎蒂察觉。二子领命退下，范文熙继续浇水，眸中欲望炽烈。宋病医馆内，宋病日复一日西病积德，钻研医术。他从华思国医书悟出宋病真法送及送走疾病，可治多种绝症。医馆名声传至民间，每日清晨排起长龙，病人不再仅限权贵，更有普通人。医馆内108号11步入诊室，他身姿妖娆，引得众人侧目。108号11，宋病初见惊艳，但以禁忌之瞳窥视，竟发现他与平常的女人不同。沙瓦蒂卡，脱衣躺下吧。你已知我的病症，雄性激素分泌旺盛，可治。只要您帮我成为真正的女人，我与母亲定当重谢。不用了，给钱就行。数分钟后，治疗结束。11身体变化明显，感激不已。其母现身，父亲诊经，并赠金佛像院的名片，称宋病若赴漂亮国，必安排得明明白白。宋病神色微变。109号进入诊室，摘下面纱，竟是4国混血巨星 Rose。宋神医可否单独看诊？宋病点头，他一眼看出对方患不孕不育，10几分钟便施针开方。照此药膳调养，保你生个大胖小子。Rose 感受腹部暖意，欣喜抬眸，凝视宋病俊颜。宋神医，多花点钱啊！你能顺便给我打一针吗？改天吧，肉丝小姐，还有其他病人，有空找我，满足我做母亲的心愿，报酬定让你满意。临走抛个媚眼，风韵直击人心。宋病叹气，自成名后，什么奇葩病人都见过。临近午时，110号韩公子登场，翘腿而坐。先生，请进诊室。不，让宋神医出来，我要治的不是人。宋病走出，打量其欧巴国口音与做派，心下凛然，应是当地财阀子弟。你想治什么？听闻您人处皆可治，想请您看看我的心爱宠物。货车侧有个针，赫然关着一头雄狮，保镖战战兢兢将其抬入。它多乖多可爱，您不会拒绝吧？开门吧。师傅，不打麻药，直接治。你们若怕，我远点。韩熙俊笑容僵住，但未撑面子，要留下。开门。保镖面如死灰，缓缓打开狮笼。唐街西门庄园，西里冷艳翻阅资料，突闻敲门声，三英派使者求见。做我们老大的女人吧，保你西门在立国无忧。西里未语，裙摆轻扬，腿环匕首寒光一闪，已刺入使者眼眶。还美吗？对方会改在恶魔岛举行，若西门不参，将收回所有地盘。西里拔刀抹镜，插回腿环。说完了。话音落，匕首贯耳，使者倒地。西里起身，眼中野心炽。这次不仅要参加，还要拿第一。他的底气全来自宋病。霍德华家族掌权者戴森亲至，竟称宋病为主。那一刻，他认定宋病将是他一统立国黑道的利剑。
宋兵医馆内，韩熙俊命保镖打开关押雄狮的铁笼。他多贵，您不会拒绝吧？雄狮绿瞳泛光，低吼而出，凶威远超寻常野兽。保镖吓得提醒：“少爷，小黄今天还没喂食。”韩熙俊默许被扶出，却死死盯着宋病，期待他被撕碎。阿夏，其双眸骤放一光，禁忌一统发动，雄狮浑身颤抖，如见天敌，竟缓缓匍匐于地。宋病上前侵入失踪，雄狮低吼，却是臣服。门外众人目瞪口呆。宋病施针，吸收雄狮体内2级。成功吸收2级基因性病毒疾病，功德加100。雄狮痊愈，绿光消散，自己回去。雄狮温顺返笼，宋病上锁，一切如常。韩熙俊抢笑上前，宋神医果然名不虚传。不客气，诊金3个亿，希望日后多多合作。韩熙俊离去时，笑容消失。车上确认雄狮痊愈后，他拨通电话，检验过了，这家伙有2把刷子，可以用。好，师公，您连狮子都能治。在医人之前，我是个兽医。宋病回校授课，教室座无虚席，前排3座永远为砍地预留。他已成其忠实迷妹，甚至申请成为学生。屡次借补课之名行勾引之时，皆被宋病定力化解。深夜，宋病补课归来，见黑车停于医馆外，西里身着包臀裙，黑丝高跟，妖娆现身。开始了。堂街西门，数百成员全副武装列队，西里挽住宋病胳膊，小鸟依人般依偎，全场震惊。他们的冷艳女王竟对一男人如此亲密。他叫宋病，我的男人，从今日起为西门门主。他的话即我的话，见他如见我。他不过是个小白脸医生，凭什么当门主？拉下去，割了舌头。先出发，别浪费时间。西里眼中闪过讶异，下令增团，100人车队直奔码头，包轮船与快艇连夜驶向恶魔。主导势力是3阴派，首领代号寡妇、毒蛇、猎狗。猎狗是奥托之兄，恐为黑夫帮复仇，特意设局恶魔岛。那你还敢来，是因为我给你的自信？没错。若我说我其实毫无准备呢？宋病颇皱眉，望向黑暗海面。他视力超长，见远处游艇上有人装填炸弹，直指己方轮船。宋病猛然扛起西里盾牌，袭击者狂笑挑衅：“黄种猪爷爷的炮弹香吗？”随即加速离去，自指为西里。轮船一层楼梯角落，废墟碎片无物砸落。宋病眼眸微凝，反手将西里压在身下，铁皮砸背，他毫发无伤。确认安全后，宋病轻松掀飞废墟，西里面色苍白，惊魂未定。谢谢，你没事吧？至于谢，等解决完这些家伙再说。若我能活下来，随你处置。西门幸存成员赶来，纷纷劝退。西里美眸冷艳，厉声震慑：“从踏入这里起，便无退路。谁再言退，丢下海喂鱼。”一夜航行后，轮船抵达恶魔岛，形如骷髅的黑市交易地，海岸浮尸遍布，气氛肃杀。各路黑帮涌入中央庄园，西门作为黄种人势力，引来无数不善目光。西里主动挽住宋病胳膊，将主位让出。3阴派毒蛇走近，并派目光紧盯西里双眼。西里女王，多日不见，可否荣幸被您踩2脚？你的嘴太臭，我怕脏了我的脚。小子，女王的味道不错吧？是很不错，很润。毒蛇笑容僵住，高台窗户内，3阴派首领寡妇、猎狗与毒蛇会合。这女人竟敢来，不知是蠢还是聪明。她杀了我弟弟，我要把她掏肛玩死。别忘记话，以西门为饵，清除所有外来亚裔势力。众人进入地下全场，擂台巨大如足球场，四周布满钢铁尖刺，吊桥是唯一通道。各派遣1人上擂，按掉落顺序排名。宋病平静踏上吊桥，全场哗然。他身形瘦小，与400-500斤的壮汉形成鲜明对比。斩吊桥！轰隆声中，吊桥断裂，擂台成决定。比赛开始。近30名壮汉狞笑围向宋病，欲将其虐杀殿底。2名黑人壮汉率先扑来，拳头直轰宋病头颅。舞烈惨叫骤响，众人睁眼，只见2人跪地哀嚎，双手已被捏成肉末。宋病甩飞2人，2脚派下尖刺，透心而亡。愚者骇然止步。宋病活动手脚，笑意浮现。他如疾风冲入人群，拳脚所至，骨肉分离。Oh my god！西门成员目瞪口呆，终于明白女王的选择。西里神色平静，相较于那夜屠杀，此刻的宋病已算仁慈。擂台上仅剩猎狗，他趁宋病背身，持长刀直刺其臀。黄种猪，去死吧！你太弱了，怎么可能？喜欢掏肛，成全你。